脚踏阴阳定乾坤，荒古至今，我为子。区区蝼蚁，居然妄想跳进红界！看，你越反抗，我就越兴奋，六种落杀。完了。秦风闯入遗迹里，却被太古阵亡。没曾想保住了一丝灵魂，重生少年时代。缓过劲来后，却发现胸口有一道黑漆漆的掌印，打伤他的灵绪便是秦家请来的炼丹客卿。在对一名秦家12岁的侍女下手时，秦风怒而不止，却不料被对方一语中慌。林旭，你好歹毒的心，这个仇我记住了。不过眼下最重要的事是解决身上的伤势。打开丹药瓶盖，一股淡淡清香扑鼻而来，里面盛放着一粒洁白丹药。不过秦风低头嗅了嗅，却皱起了眉头。不出所料，林旭果然在灵元丹里动了手脚，打算暗中杀了我。秦风上辈子被誉为丹王，灵旭下的毒在他的眼里不算什么。几息过后，丹毒便被秦风尽数消散。服下丹药后，秦风拿出上辈子秘境所得的太古真龙诀，便开始修炼了起来。这太古真龙诀居然将我的伤势修复了。秦风原本还打算恢复身体后，再慢慢调配解药驱毒，不曾想太古真龙诀如此厉害，直接把体内所有杂质、毒素尽皆扫除。少主，你伤势好点了吗？秦风激动地抱住灵儿，想起前世他为保清白自尽的往事。你没事就好。上辈子我没保护好你，幸好苍天给了我一次机会，这辈子谁也不能伤害你。秦风一下子认出了眼前的人，对方实力乃是炼体8重，性格卑鄙，下手狠毒，正是他把灵儿抓起来送到了林旭那里，害得灵儿自尽。没想到你小子的命挺大啊！王叔，你来干什么？算你运气好，大人他不计较钱闲，让我来看看你身体如何。诺，这是大人给你这条狗的丹药。一阵阴冷的狂笑后，王树放下丹药瓶，转身就走。等王树离开后，灵儿担忧地看向秦风。奇怪，林旭怎么会好心给你丹药疗伤？大概是害怕吧，我终究是秦家少主。和灵儿交谈间，秦风拿出丹药，闻了一下过后，眼角却浮现出更加冷厉的光芒。果然还是一枚毒丹，林旭王，我知心不死。不过你绝对想不到，我的太古真龙诀可以排除毒素。秦风心里正盘算着，一道轻柔的声音响起：“少主，我还得赶回去干活，看到您没事我就放心了。”你别回去了，少主，我有办法赚钱。没事，少主，我坚持得住。灵儿知道秦风是心疼他，但他必须赚钱给秦风养伤。忍痛告别秦风后，便回了秦家。这段时间，由于铁了心的想毒死秦风，林旭每一天都会让王树送来一枚灵元丹。在灵元丹的帮助下，秦风的修行自然是如鱼得水，已经修炼至炼体6重境界。林旭，若不是你想让我死，我又怎么会恢复的这么快呢？不过这么久没回家，也该回去看看了。此时，秦家也刚好到了发工钱的日子。什么？只有5两银子？李婶，你是不是少算了？我每天都按时工作，应该是10两才对，怎么可能才这么点？呵呵，就你这蠢货还想要10两，给你1半就算是老娘我心的仁慈了，赶紧拿钱滚吧。灵儿遭受不公的对待，不仅没有引起同情，反而遭到了嘲讽。哎呦呦，别这么说嘛，人家可是废物少主的贴身侍女嘞。你怎么能这样？我没日没夜的工作，不就是为了拿钱吗？听到灵儿的话，本就嫉妒灵儿容貌的李婶心里更加烦躁，一天到晚就会哭，烦死我了，先扇老娘一巴掌再说。李婶一巴掌甩向灵儿，下一秒她就被一掌打飞。狗奴婢，你好大的胆子，敢对我的人动手！秦风，怎么可能？你明明是个废物，为什么这么强？这你不用管，你只需要知道，你死期已至。秦风成功修炼太古真龙诀，修为大幅提升。回到秦家后，却发现自己的侍女被人欺负，一怒之下，秦风出手重伤了对方。秦风，你给我住手！表哥，你替我杀了这个废物！秦风一眼就看出刘玄清只有炼体5重，刘玄清感受到了秦风的强大气势的压迫。秦风的境界竟然比我还高，难不成他是在藏拙？怎么了还不动手？笑的刘玄清拜见少主。表哥，你怎么能对一个废？你个下人，在少主面前居然还敢如此狂吠不止！
刘玄清明白，秦风的修为至少也是在炼体6重之上，在没有家族资源堆砌的情况下，此等天资足以用恐怖形容。想到这里，他就有些后怕。少主，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倒是也识趣，把事情善后了，我便不计较了。哎，好，少主您慢走，小的一定处理妥当。表哥，你居然放着废物离开，他敢打我，你怎么不杀了他？刘玄清深深吸了口凉气，缓缓地看向几名侍女。你们以后敢对少主不敬，这就是下场。秦风回到住所，修炼了一会后，一阵敲门声响起，接着传来刘玄清的声音：“少主您在吗？”进来。刘玄清刚进门，便毫不犹豫，直接跪下：“少主，原谅我有眼不识泰山，以前刁难您，还克扣您的修炼资源，我错了，求您责罚。迷途知返，悔之不晚。你知道以后该怎么做吗？”多谢少主开恩，从今往后，刘玄清将全心全意效忠少主，万死不辞。聪明，还有林旭，你要多留意哦。刘玄清忙不迭的点头，又殷勤的将秦风的住所仔细打扫了一圈，然后把一叠银票双手捧上：“少主，这些钱您先拿去用，小的先行告辞了。”呵呵，好一个墙头草，不过眼下倒是一个很好用的人。随后的日子里，有了刘玄清这一枚暗棋，灵儿也无需再吃苦受累干重活。秦风拿着刘玄清的银票，购买了许多药材，并开始炼制丹药。普通的炉子果然效果不行，看来还得买一个炼丹炉。也不知道这正元丹的药性如何。秦风话还没说完，一股剧烈汹涌的能量刹那间从腹部里弥散出来。秦风立刻双腿盘膝，快速运转起太古真龙诀，强行控制体内那些狂暴的丹药药力。这东西难道是太古真龙诀汇聚的鳞片？太古真龙诀修炼的乃是真龙之体，从最开始凝化出第一片鳞片，直到修炼至大成，便可化身为真龙。秦风本以为是传说，没想到却是真的。少主，小的有事报告。说吧。少主，您还记得林雪如吗？就是您的娃娃亲，林家大小姐。秦风回忆了一下，好像确有其人。上一世他只跟林雪如见过一面。行，我知道了。刘玄清恭敬地行了一礼，表面冷静，内心却震惊不已。这才短短几日，少主怎么已经快突破至真灵境了？还好我归顺的及时，不然现在已经是亡魂了。第二天，秦风回到了秦家，径直往客厅中走。秦家客厅很大，当秦风现身的时候，里面早就坐满了人。哟，这不是我们的废物少主吗？您还有脸回来啊？你秦山能来，我身为秦家少主，怎么不能回来？秦山的父亲秦云海暂时代理家主一职，导致秦山愈发嚣张，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但秦风并不生气，找了个地，轻松地坐下。吵什么吵？没看到有客人在吗？林侄女，你近来可是愈发漂亮了，连老叔我都不得不多夸你两句。对了，你今日来我秦家有何事？3月前，我已拜入沧海宗门下，如今前来秦家，师有一桩就是要来决断，这事我要和他单独谈谈。秦家客厅人太多，林雪如不愿多待，便找了个由头，把秦风单独叫出来谈话。秦风，你知道我来找你什么事吧？我明白，你是打算取消婚约吧？你不生气？林雪如看着身前的少年，微微诧异，显然没料到秦风表现如此平静。我为什么要生气？男女之事本就靠缘分，既然无缘，那就算了。而且你为了给我留点面子，没有当着众人的面提出这事，我还得谢谢你呢。对了，你这天赋不错啊，年纪轻轻便达到了真灵境，未来更是不可估量啊。秦风的话听得林雪如有些奇怪，怎么感觉像长辈看晚辈一样？这是20枚归元丹，算我的一些补偿吧。天哪，1枚归元丹价值2万黄金，这里可是整整20枚啊！山儿，这次咱们爷俩发了呀。两人正幻想着，秦风的一句声音打破了他们的美梦。这东西你就自己留着吧，我用不到了。好吧，既然如此，你遇到麻烦可来沧海宗找我，此事毕竟是我不对，如果可以，我们还是能做朋友的。和林雪如告别后，秦风第一时间回到了住所，而刘玄清早已在此等候。刚刚他也在凉亭看见秦风拒绝林雪如的丹药后，刘玄清便立感不妙。少主，您的包裹我都给你打包好了，里面的银两也足够您在外历练1年之久。行，你是个聪明人，替我照顾好灵儿，等我回来，你便是从龙之臣。少主，小的必不负您所托。很快，秦风带着细软直接跑路，秦山等人也很快就赶到了这里。刘玄清，你有没有看见过秦风？秦少主，我老早就在这里蹲守了，这废物根本没回来啊。
哎，这也不怪你，这小子太狡猾了。这小子一下子拒绝20枚归元丹，真是害我秦家不浅。等我抓到他，我必然要他好看。你们几个死活不论，把这个叛徒给我抓回来。是。秦风离开住所后，还是被几个秦山的手下查询到了踪迹。秦风一路跑，最后窜进了荒野山林。老大，怎么办？他进了荒羽山里，我们跟不跟啊？跟什么？他一个废物，进去了也是死，咱们直接抱他摔崖而死不就好了？真笨。对，老大，他被我们逼到绝路，跳崖自尽了。秦风判断出几人没有跟上，便放慢了速度，小心翼翼地探查着周围。荒羽山林凶险无比，这也是秦山几个手下不敢进来的原因。这附近诡异的很啊！是青岩天惊蛇，一品凶兽，有剧毒。秦风施展魅影步，躲过致命一击，找到青岩天惊蛇的7寸，施展太古真龙诀，狠狠地砸了下去。不愧是青岩天惊蛇，如果没有太古真龙诀，我怕是要陨落在此。就在这时，有一行人从附近的草里走出。这附近居然还有外人，你们俩去解决掉这个麻烦。望着几人眉心处的印记，秦风猜出了他们的身份，毫不犹豫地转身。天蛇宫邪修，那少年应该是少主林开。根据前世记忆，其20岁时在荒羽山林里得到了一缕龙气，随后便一飞冲天，看来就是这段时间了。既然让我碰到了你，这机缘我就替你收下了。你可真能跑啊，终于给老朽追上了。小子，别怪我们，要怪就怪你运气不好。这山林里可是少主的机遇，不能让人打扰了。在他们眼里，秦风被他们围住已经是死路一条。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是故意让你们追上的呢？秦风击杀青岩天惊蛇，却因此被人追杀。追兵好不容易追上秦风，却没成想秦风是故意停留，等待他们。区区一个炼体6重的垃圾，不跑就算了，还敢主动招惹我。和他废话什么？直接上就完了。修为虽重要，但你们可知功法的重要性？裂地神拳。你不是炼气6重修为吗？怎么战斗力能这么强？我们可是天蛇宫之人，你若对我们下手，日后必遭报复。那这就不饶你费心了。秦风的语气里透着一丝冷漠，一种无人可敌的气势再次爆发，两个追兵也就此沉寂。林开，上一世龙气是被你夺得，那这一世你可得守好了哟。另一边，林开3人待在一处隐秘的山洞中，有些激动。没想到这次的机缘居然是龙气，只要我吞噬了这道龙气，实力就能突飞猛进，未来注定成就非凡。恭喜少主，少主的未来不可限量。龙气对他们天蛇宫的武者而言是逆天改命之物，虽然激动，但两位护法并未放松警惕。少主，李飞他们还没回来，是不是等一下？不必，对付一个炼体6重的蝼蚁都需要如此长的时间，待在这里也没什么用。说完，林开就独自一人走入洞中，留下2人在洞口等候。过了一会，空气中弥漫着奇怪的烟雾，但这在山林中也显得极为正常，2人并未过多在意。怎么回事？我怎么有点头晕，想睡觉？我也是，好像浑身都没劲了，不好。这草的威力真强。秦风前世身为丹王，深知迷蒙草乃是一种强烈换药的一味药材，而在荒羽山林中，这草遍地都是，只是其他人不知道功效，并没有防备。接着，秦风往洞内走去，但没走多远，一道恐怖的威压从洞里传出。可恶，这龙气居然如此难缠，还好洞口有人护法，不然此时要是有人偷袭，后果不堪设想。林开有些后怕，在这即将炼化龙气的关头，他真担心有些意外。还好，这份机缘是我的了。秦风趁林开分神之际，一把夺过了龙气。等林开反应过来，秦风已经跑了老远。谢谢了，这龙气我替你收下了。小杂毛，把我的龙气还我！林开从没有吃过如此大的亏，心里不爽，叫嚣了起来。你若不还我，我必追杀你至天涯海角，所有和你认识的人，我都会一个不留。你也得有这个本事。凭借着魅影步的强大，秦风一边迅速奔行，躲避林开的追杀，一边又分出心神，压制狂暴的龙气。忽然，他想到了一个好去处。当初的青岩天惊蛇就曾经藏身在瀑布后面，如果不是他主动出现，根本没人会察觉出异样。现在倒是我的一个好藏身处。小杂毛，你别给我逮到，不然我必须扒你的皮，抽你的筋！瀑布外的林开急得不行，而在几步之外的瀑布内，秦风安心静养炼化龙气。没想到这一次居然凝聚成了2枚鳞片。蹲在此处半月的林开忽然感受到了龙气，急速朝瀑布赶来。
小杂毛，原来你躲在这里！现在龙气暴露了你的位置，我看你今日往哪里逃？逃？我看该逃的是你吧！一言道出，秦风的身体恍如漫天飞雨，一瞬间打出无数道密集的拳影，伴随着一声惊天的响声，林开竟是被这一道拳劲狠狠地击飞了出去。你居然在短短半个月便炼化了龙气，不行，今日我必斩你于此！秦风炼化龙气，修为暴涨至炼气8重境界，但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位置。仇人循着踪迹找到并袭击了秦风，却没想秦风轻易抵挡住了攻击。怎么了？刚刚不是还说要取我性命？这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变这么强？你明明只有炼体6重。什么？这不可能！你怎么突破到了炼体8重？废话真多。林开没过3招就被秦风轻松擒拿。你怎么不对我动手？是不想动吗？秦风，你别得意，等我回去，我必找人杀你。秦风听到这话，眼底一黑，杀意渐浓。而林开感受到了秦风的杀意，口风立马放软。你可知道我林开的身份？我乃天蛇宫的3少主，你敢对我下杀手，天蛇宫必定不会放过你。不过你若肯放我一马，我也愿意既往不咎。这话你去和阎王说去吧。解决问题后，秦风体内的太古真龙诀真气猛然一动，下一刻，林开的身上浮现金光，接着他手上就多出了一幅画，画中的剑意顺着秦风的手臂涌入他的体内。没想到机缘巧合之下，居然让我明悟了自身的剑意。刘清玄，你这个叛徒，居然欺骗少主，还隐藏那个女人的行踪，你居心何在？呸！就秦山那玩意还配趁少主？把那姑娘的行踪告诉我，我会考虑放你一马。刘清玄明白秦渊根本不会放过自己，低头认错只有死路一条，与其这样，倒不如硬气一把。你不说也没事，我们已经找到他的踪迹了，很快就能给林旭大人送去。还有那个废物，估计已经死在荒屿山林了吧？你们别得意，少主会替我报仇，我只是先行一步，在下面等你们。知道刘清玄铁了心闭嘴，秦渊也不废话，决定将刘清玄就地斩杀。就在这时，一道威压让秦渊动弹不得。清源，一段时间不见，本事见长啊！连我的人你都敢动了。刘清玄，你先退下，剩下的事情交给少主我就行。少主小心啊，秦渊可是炼体6重的高手。放心，小小一个跟班，我不放在眼里。听到秦风这话，秦渊有些笑得合不拢嘴。苍天有眼啊！本来只是抓个刘清玄，现在居然连秦风这个小杂毛也找到了，运气终于站在我这一边了吗？喂，小子，你老老实实跟我回去，和我家少主跪地磕头道歉，我就只废你修为，如何？如果我拒绝呢？那可由不得你。秦渊冲向秦风，下一秒，数道无敌的剑意从秦风体内奔涌而出。秦渊见到如此恐怖的剑意，瞬间战意全无，跪地求饶。剑意，小杂，秦风，秦少主。刚刚你喊我什么？叫什么来着？哎呦，秦少主，那是小的嘴贱，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饶了我这个废物吧。这话你还是和我的建议说去吧。烟尘散尽，周围化归虚无，好像从来没有追兵一样。接着，秦风看向刘清玄：“你怎么会到这里来？”不知怎么回事，秦山发现了我和灵儿的行踪，灵儿很可能被秦山送给林旭。少主，你快去救救灵儿姑娘。秦山，你好大的胆子！少主，秦风的那个侍女已经喊人送了过去，一旦林旭大人出关，他一定会非常满意您的这个礼物。那肯定，秦风的侍女长相必然水灵，只可惜我没有这个福气啊。秦山的眼里流露出一丝惋惜，相比起侍女，他更需要林旭的丹药。就在这时，周围的侍卫忽然毫无征兆的倒下，秦山顿时觉得有些不对劲。悄无声息解决侍卫，必然是高手。秦山打开门，看见了20几个护卫，几乎全都咽气了，瞬间吓得跪。前辈为何要如此屠杀我秦家之人？是打算与我秦家为敌吗？秦山说完，一道满身鲜血的身影从屏风后走出。秦山，我就问你一句，灵儿在哪里？秦风偶遇被追杀的刘玄清，从他口中得知了灵儿被抓的消息。秦风第一时间赶到秦家，在大殿中抓住了秦山。你杀了这么多护卫，一定会受到家族惩罚的。呵呵，再不交出灵儿，下场只有一个。秦风抬腿狠狠击中秦山的腹部，秦山一口鲜血喷出，甚至都没力气哀嚎。灵儿，她真的很娇嫩啊，声音也好听。见秦山依旧嘴硬，秦风没有废话，做事要掰断他的手臂。你说不说？风哥，风爷，您轻一点，灵儿现在应该在林旭那里。再有下次，不是废你一只手这么简单了。是，风爷您说的对。
离开秦家大殿后，秦风施展魅影步，直接一脚踹开了林旭的住处。外院的王树见到秦风，显然非常吃惊。秦风，你居然没死！我没时间和你废话，我问你，灵儿在哪？你的那个是女啊！如果林旭大人出关的话，她现在应该在大人房间嘞。听到这话，秦风怒火中烧，毫不犹豫地朝王树袭去。你区区一个废物，既然找死，那便如你所愿。上一世为了不被林旭玷污，灵儿咬舌自尽，老天给了我重来的机会，我怎能再让他丢了性命？林旭乃是秦家唯一的炼药师，秦风前世最为痛恨的仇人。自从秦云海暂代家主之后，林旭就开始耀武扬威，仗势欺人，如今更是敢招惹灵儿。终于，一道身影仿佛破开虚空而出，诡异无比的出现在秦风面前。哪个混蛋坏老子好事？林旭，你终于出来了！哟呵，原来是飞舞少主秦风啊！没想到一只卑微的蝼蚁也翻出了这么大的浪花。你现在自断一臂，跪下来向我。话音未落，秦风一拳轰飞了林旭。秦风，你好大的胆子！即便是秦云海都得礼让我3分，你如此放肆，那就休怪我不客气。你要怎么对我不客气？就在秦风准备逼问林旭时，一道身影破门而入。秦风，别犯糊涂，一个婢女而已，她能侍奉林旭大人，那是她的福分，你又何必如此小家子气的斤斤计较？好一个斤斤计较！那你怎么不让你夫人来服侍林旭？好你个巧舌如簧的叛徒，这一身颠倒黑白的本领倒是耍得不错，就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住我的报复了。秦云海气势全开，看样子并不打算手下留情，但很快他的气势突然被压制住。秦家家主，老夫不请自来，家主莫要怪罪哈。城主大人，让您看笑话了，等我把秦家的叛逆拿下，再来招待您。秦家家主，如果你执意和我侄子秦风过不去的话，那本城主也无法保证秦家在未来是否还能在天罡城作为一个家族存在了。叶云嘴中威胁之意拉满，秦云海也只能收回气势。城主大人，我可是秦家唯一的炼丹师，就算秦风是您侄子，无缘无故欺负一名炼丹师，您就不怕别人说你护短吗？好笑，区区一名丹师也敢和我叫板？再者，不是抢我侄子的侍女吗？说到这里，林旭还想嘴硬，刚好灵儿从房间里跑了出来，衣衫完整，没有危险。林旭，你个小人！灵儿姑娘，我是真喜欢你啊！秦风见灵儿没事就安心了，他牵着灵儿和叶云一起离开了秦家。可恶，秦风，你为什么3番4次害我好事？我只是想要你一个婢女而已，你居然如此小气，那你可别怪我心狠了。离开秦家后，叶云领着秦风到了酒楼，先让秦风吃了些东西。小风，伯父实在愧疚啊！这几年我一直在外地，所以也只是最近才知道你的事情。我走前还特地交代他照顾你，没想到秦家这群人敢阳奉阴违。叶叔，这不怪你，是他们心坏。要不然你去舒府上，那里没人敢对你不敬。叶叔，我还是觉得秦府之内更合适，但灵儿还是麻烦您照顾一下啦。秦风这话一出口，身为老江湖的叶云瞬间明白了秦风的意思。我这侄子不简单啊！今天即使我不在，估计秦家也没人是他对手。现在他回去，怕是要打算给秦家上上下下来个大换血。秦兄，你后继有人啊！灵儿，等我一些时日。少爷，我会乖乖的，等您接我。灵儿也明白自己好像有些拖累少爷，待在城主府反而才是帮了少爷。秦云海、林旭，秦家这笔债你们必须还。秦风离开后，秦家众人聚在一起。爹，林旭说不押着秦风过来道歉，他就要离开秦家了。这个混账东西真是越来越得寸进尺了，不过是区区一个炼丹师，还敢威胁秦家，哼，让他走。对于林旭，秦云海并不放在心上，他更好奇的是秦风的奇怪战力。那林旭可是炼体9重，你不是说秦风只有4重吗？怎么短短几日秦风竟可以碾压林旭了？谁知道这小子去了一趟荒羽山林，实力就突飞猛进，说明他一定有奇遇。如果这份机缘能为我所用，父亲您的意思是？让他为了秦家贡献出来。自从城主叶飞来到秦家后，秦风的待遇也好了很多，住所也从破旧的小屋换成了高山流水的单独小院。少爷，这个大院子真的是我们的了呀！当然。少主，您现在在家族的地位提高了不少，但还不能掉以轻心。我知道你想说周围都是他们的眼线吧？正是。上一次他狠狠重创林旭和秦山，秦云海必定会出手报复。除了自己实力大涨意外，他们忌惮的还有叶伯父的城主身份。清玄，把那些生面孔抓来，你行吗？少主，我从不逞强，这几个玩意我还是随便解决的。几息过后，3个奇装异服的人被丢在了秦风面前。少主问什么，你们答什么，没问别说话。是。
我不想再说一次，少主没说话，你们敢说话，下次就不是一巴掌的事情了。几人被刘清玄震慑的说不出话来，这时秦风才开口问话：“你们是哪个家族的人？”“我们是被秦家家主雇佣的。”“不说实话，那留着也没必要了。你呢？打不打算说实话？”“秦少爷，我们是欧阳家的，家主和秦云海合作，说要替秦云海解决您，所以才让我们盯着的。”秦风眼神暗示了一下刘清玄，刘清玄秒懂，把几人拖到树林里。不一会，刘清玄回来了。少主，这是秦云海这个傻子引狼入室还不自知，这事还得我来解决。秦风离开住所，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一处石壁，刚往里走，一道怒斥声传来：“何人竟敢来此放肆，还不快止步！”秦家族人秦风特来求见秦家长老，秦家情况危机，我恳求你们出山相救。胡说八道！秦家现在处于安稳发展状态，何来危机？忽然，秦风的周围传来无数的威压，秦风没有退缩，而是盯着威压步步向前，令两位长老都震惊不已。这晚辈不错，稍加培养必然是我秦家的中流砥柱，但这性子我看还得再磨练磨练啊！好惊人的实力，这两位应该就是秦家的真灵境老祖，看起来刚才不过用了2成功力而已。秦风有要事，还请长老放行。两位长老先停手，让风儿进来吧。听到这熟悉的声音，秦风有些热泪盈眶。回想当年秦风才7岁，秦啸天闭关后不久，父亲秦云飞失踪，秦云海打压算计，族人们冷嘲热讽。秦风只觉得数年来的委屈得到了释放。风儿，爷爷有愧于你啊！爷爷，你怎么如此虚弱？老毛病了，当年被人暗算，不得不闭关疗伤，却始终没能恢复。若非如此，这么多年，我怎会对你不管不顾？顶多再支撑几年，你爷爷只怕很难再与你相见了。见状，秦风忍不住伸出手去触碰秦啸天的身体。秦风，别碰！顿时，秦风被一股阴寒之气包裹全身。赶快运转真气镇压这股阴寒之气，否则你会没命的。话音未落，秦风体内的太古真龙之气已经游离而出，与秦啸天身上的寒气碰撞，不一会儿，寒气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在场的众人被这画面震惊得说不出话来。秦小子，我们两老家伙这么久都搞不定的东西，你怎么搞定的？侥幸，侥幸，主要是获得了一些机缘。秦风将这些年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秦啸天，自然也包括秦云海联合外人这件事。不过重生以及太古真龙诀这2件事，他选择了隐瞒。好啊好啊，秦云海，老夫怎么养了你个逆子？还有那欧阳家，你被暗算，估计也与他们脱不了干系。我们不如将计就计。护法长老说完，意味深长地看了看秦啸天。秦啸天秒懂，和几人对视一下，露出了笑容。损，还是你们损啊！秦风替秦啸天治疗好，便回到了后院。秦风本人也是一名炼丹师，最重要的就是修炼灵魂强度。半月时间过去后，秦风的灵魂识海里猛然爆发出一股雄浑的气息波动。成了4星炼丹师层次。秦风大喜。此时，刘清玄焦急地跑了进来。少主不好了，欧阳家的人打伤了秦家人。什么？走去看看。而另一边，秦家议事厅里却炸开了锅。这欧阳家欺人太甚，趁我们老祖闭关，占我们矿场。要是上任家主在，早拉上我们干他们了，怎么可能像现在一样忍气吞声？秦云海听到议论，顿时不满。怎么了？我当秦家的家主委屈你们了？我们秦家不过存在200年，人家欧阳家可是1000年大族，怎么争得过？再说了，我们家族唯一的真灵境强者正在闭关，万一人家打上门来，岂不是坏了老祖突破的机遇？秦云海拿出秦啸天当挡箭牌，底下的反对之声也逐渐减少。秦云海在心里默默记下了敢公然反对他的人，打算找机会解决掉。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响起：“我看分明是你秦云海怕了欧阳家。”放肆！你一个秦家的罪人，居然还有脸在此污蔑家主！我本不愿与你计较，却没想到你居然恩将仇报。来人，拿下秦家叛逆秦风！话音刚落，一排秦家锐士整整齐齐地排列两侧，每个修为都极其强大。围观的弟子不免为秦风紧张。秦风少主，我们支持你，但这些护卫太厉害了，全都是炼体8重的修为，你还是认错吧。是啊，秦风少主，先道歉吧，反正我们都跟你。多谢各位关心，但区区几个护卫，我秦风还是有把握的。秦云海见状，更加确定秦风身上有不可告人的机遇，现在他也顾不得是否会落人话柄，直接朝秦风出手。你给我跪下！正在这紧要的关头，一道平静的声音响起。二哥，该收手了吧？三叔好。
三叔秦勇一直默默帮助自己，秦风自然不会忘记这份恩情。不过秦风万万没料到，秦勇居然达到了炼体9重巅峰，比秦云海还要更胜一筹，只差半步就能突破至真灵境。二哥，我今天来呢，也没什么坏心思，只是想帮风儿一件事。什么事？让这秦家家主之位物归原主。秦风暗自感叹，秦勇已达炼体9重，这家主之位早就不该秦云海来做，却没想到秦勇是为了自己而来。好你个秦风，好你个秦勇，你们做得很好。心里不满，但秦云海表面却笑着说道：“这家主之位我早已经做你了，如果你们要便拿去吧。只是今天乃是我的生日，看在我为秦家付出多年的份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让我过一个安稳的生日宴吧。”秦云海说完，便一个人独自离去，像极了认命的样子。但秦风还是敏锐地觉察到不对劲。三叔，我总感觉秦云海不会就此罢休。小子，这还要你提醒？你真当你三叔不争就什么都不懂啊？时间很快到了晚上，秦云海和秦家众人准时出现。秦风作为未来的家主，被请到了主桌的上方。少主，不对劲，我们附近没有日式看守，秦云海可能要殊死一搏。清玄，不错嘛，你进步很大。刘清玄看着秦风这副云淡风轻的模样，心里也有了。看来少主已经有所防备，那小的就退下了。另一边，秦云海正亲自给几位长老倒酒，俨然一副真心退位的模样。各位长老，喝得如何啊？云海啊，我没想到你如此识大体。放心吧，你退下秦家家主之位，我们这些老东西会保证你们一脉富贵的。长老们的话刚说完，秦云海脸色大变，突然周围密密麻麻的站满了黑衣人。长老们，这就不劳烦你们费心了，这份富贵我自己拿。秦云海，你……见秦家长老们动怒，黑衣人环视了一圈，看向秦云海，问道：“秦家主，这些人应该都是你的敌人吧？需要我们家族帮忙吗？”这就不必了，他们都中毒了，已经没有反抗之力了。秦云海偷偷往酒里放了天香散，这是一种短时间内阻止真气运转的毒药，对于武者而言损害极大。秦家长老们见状，唾弃秦云海道：“秦云海，你勾结外人，残害祖亲，你不得好死！”昏聩，这世间哪有什么族亲血缘，只有成王败寇。今日之后，我便是秦家独一无二的家主，谁也不能阻止我。特别是你，秦风。秦云海设下家宴，并往酒里下了毒。秦家长老们暂时无法动用真气。秦云海以为自己大计将成，露出了嚣张的嘴脸。秦风，把你身上的机遇交出来，我饶你不死。父亲和他废话什么？把他抓起来拷问，迟早能逼问出来。秦山对秦风恨之入骨，比起机遇，他更希望秦风受尽折磨。但这时，秦风却丝毫都不惊慌。秦山，下辈子注意些。你没中毒，我警告你，放了山儿，不然的话，我不会放了你的。哦，那我想看看你会怎么样了。下一秒，秦风一用力，秦山便失去了生机。失去的秦云海双目赤红，挥动着长剑。翟种，我要你赔我儿子命来。就你这功夫，也就会使点下三滥的手段了。秦云海可是炼体9重境界，居然被秦风这么轻易的击败了。话音未落，下一秒，一群黑衣人围住秦风，秦云海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你一个人能打又如何？我一群人打你一个，你又当如何？那加上一个我呢？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秦云海一跳，他回过头，来者银发苍苍，神情冷漠，正是他的父亲秦啸天。不可能，你现在不应该是重伤陨落了吗？怎么会生龙活虎的出现在我面前？逆子，果然是你勾结外人，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啊！这能怪我吗？要不是你不把家主之位给我，我能出此下策？说到底，还是你太过偏心。秦啸天一巴掌狠狠đánh在了秦云海身上，打得他不断吐血。这逆子勾结外人，打入地牢。至于其他那些外族势力，秦家主，我们是欧阳。我没兴趣知道你们是谁。既然你们插手我们秦家的事，那就都埋了吧。一夜过去，秦家上上下下进行了大清洗，支持秦云海的长老们纷纷被遣散，其他家族安插的棋子也都被拔出干净。第二天，秦家立即开始商议新的家主人选。风儿，这个家主你来当如何？我觉得还是三叔当妥当一些。一来我年纪尚轻，二来三叔这些年也熟悉家族运作，为人也是谨慎谦虚，没人比三叔还合适了。秦啸天看出秦风是真心想让，便顺水推舟，让秦勇当了这个家主。就在秦家长老们笑声不断的时候，一名秦家的护卫突然闯进来，跪在地上，神色着急。家主，不好了，林旭逃出秦家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是逃到了欧阳家吧。
少主所说不错，我追他半路，他居然畅通无阻地进入了欧阳家。此言一出，秦啸天率先坐不住了。风儿，你早知道他的底细。不知，但他是欧阳家的人，那我们就更好除掉他了。很快，秦家一行人来到了欧阳家，想要抓走林旭，但和预想的一样，欧阳家并不肯交出林旭。林旭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客卿，你们的要求我没办法同意。欧阳家主，我只是好心提醒你一句，这林旭可不是个好人，不但无情无义，还贪婪好女，而且不挑食的。我们秦家之前就有个李婶，哎。你们说的倒是有头有脸，但我不能听你们的一面之词便教人吧？你说林旭在秦家无恶不作，欺男霸女，但为何在我欧阳家却为何安安分分呢？就是我只是不想替你们秦家炼丹而已，你们居然污蔑我，你们秦家真是可恨。说话间，秦风越来越靠近林旭，他手指悄无声息地弹出一道清清气流，迅速地钻进林旭的身体里，没有任何人察觉出来。呵呵，既然欧阳家做好决定了，那我们就告辞了。不过林旭，你可要一直装下去，不要旧病复发。秦家人走后，欧阳修和林旭回到府内，欧阳年在侧位上有些忧心忡忡。父亲，我要怎么说你才好？秦家虽然来天罡城没多久，但实力绝对不容小觑。他们的来历太神秘，这才发展了200年，整体水平就快要追赶上我们欧阳家这个1000年大家族，绝对不能轻视啊！怕什么？我欧阳家可一点都不虚他们秦家，大不了到时候拼一拼，看看谁的家底厚。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父亲，你怎么就用极端思维思考呢？欧阳年气急，但他也不可能骂自己的父亲。就在这时，他注意到了一旁的林旭。林旭，你怎么还在这里？我们说话你也是能听的吗？快滚下去！你不过是我家养的一条狗罢了，狗难道能上桌吃饭的？是，大人说的是，小人僭越了。知道自己的位置，还算你有自知之明。欧阳家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少主、家主，小的就退下了。离开大厅后，憋了一肚子火的林旭在路上叫骂着：“什么欧阳家，比秦家对我的态度差多了。早知道老子不惹那个秦风，秦家的其他侍女不还是随我挑，还要受这鸟气。”谁走路不长眼睛？哎，是你啊！雨珠原本还打算大声呵斥的林旭，在看清楚来者后，连忙止住了话语。原来是少夫人啊，你真是风韵犹存啊！不对，我怎么会说这种话？那可是欧阳年的小老婆啊！雨珠见林旭的眼神逐渐炽热，心里有些不妙，内心不由得慌乱起来，忍不住轻声问道：“林旭大人，你没事吧？”“没事，只要你跟我走就没事了。”“啊，你什么意思？”终于，林旭失去了理智，朝着身前女子伸出了手，他一把抱起雨珠，飞快地冲向房间里，他彻底失去了自我控制。林旭，你放开我！你这个混蛋，欧阳年不会放过。另一边，欧阳年刚忙完了手头的事情，就迫不及待地来找雨珠，结果房间紧锁，欧阳年顿感不妙。雨珠，你在吗？嘘，别吵，雨珠睡着了啊。听到林旭的声音，欧阳年一脚踹开大门，不堪入目的景象让他勃然大怒。林旭，你这个王八蛋！是欧阳少主啊，要不要一起？我让你一起，我打不死你。不远处，围墙边上，秦风和秦勇正看着这出好戏。福儿，你这太损了吧！这与我何干？此计是修炼时专心之计，会放大人的感知和心底的念想。只是没想到，这林旭心底的念想居然如此龌龊啊！得了吧，你小子啊，这林旭恐怕是活不成了，毕竟这是欧阳年最疼的老婆。恐怕这事欧阳家是瞒不住了。离开欧阳家后，秦风去了一趟集市。短短1天时间，欧阳年就成了全城人的笑柄。听说没？林旭从秦家逃跑，最后被欧阳家保了。结果啊，他居然敢冒犯欧阳家少主欧阳年的女人，而且两人还被欧阳年抓了个正着。这么劲爆，这不会是真的吧？欧阳年好惨啊！欧阳府内，欧阳年有些癫狂地摔着茶具，接着欧阳修走进来。年儿，别胡闹了。我胡闹？爹，我现在成为了天罡城所有人的笑话。我堂堂欧阳家少主，居然被人偷家了。我发泄一下怎么了？欧阳家这一次发生了这么大事情，让整个欧阳家的颜面扫了地，丢尽了脸。但欧阳修还是从这次事情里察觉到一丝异常。此次事情应该是秦家所为。秦家还能控住林旭的行为不成？爹，我们没事不要去招惹秦家，和气为贵，和气生财。很明显，欧阳年并不相信秦家有这样的本事，但下一秒，欧阳修便解释道：“年儿，你想一想，林旭什么德行你还不知道？他能有胆子碰雨珠吗？我们府里比雨珠漂亮的侍妾也不是没有，他为什么要光天化日变形下作之事呢？”经欧阳修一提醒，欧阳年忽然冷静了下来。好像确实如此。那谁最有理由，也最有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呢？好你个秦家，我想以和为贵，
你们欺人太甚，这次我必须让你们付出惨痛的代价，以报此仇。时间过去了3天，秦家众人除了秦风，皆是满脸愁容。现在城里所有商铺都不卖给秦家灵元丹，秦家打算再找一条稳定的丹药途径。如果我没有猜错，绝对是欧阳家的阴谋。没错，也只有欧阳家有这种财力、这种地位，其他家族根本不敢招惹我们秦家。这次的麻烦确实不好解决啊！听完秦风的话，秦啸天心中却是微微一动。曾经人人讽刺的废物，成长到如今这般境界，他总能给人意外惊喜。风儿，不好解决，就意味着能解决吧？说吧，需要秦家怎么帮你？给我2天足矣，另外帮我凑足丹药原料即可。听到秦风的话，秦勇也是大喜。秦风，你是不是找到了新的炼丹师？少主，这可不是小事情啊！这炼丹师是关乎着咱们秦家的未来，你真的有把握吗？当然，因为我就会炼丹。此言一出，在场的所有人皆是瞪大了眼珠子。这怎么可能啊！炼丹之术需要天赋和苦练，你什么时候学会的？灵元丹而已，轻轻松松啊！天啊，少主天资聪颖，武力超群，居然还会炼丹，你让我们这些老家伙怎么活啊？秦风压根不在意众人的惊讶，他的心思在于7年后才会面世的正元丹，而材料寻常，但是配方只有秦风一人知晓，到时肯定赚大钱。但是树大招风，秦风决定与天涯楼商会合作售卖，大赚一笔。天涯楼里，一位肌肤如玉的姑娘接见了秦风。任小姐，这是成品。秦家少主，你们秦家居然可以产出丹药，难道你们秦家不止林旭一个炼丹师？秦风神情恍惚，径直向任玉琴走去。仅一瞬，秦风的双眸就恢复了清明。糟糕，他没中幻术。这没丹药，这算不得什么。不过任小姐，这媚术的试探还是免了吧。咦，你们觉察得到？别怪姐姐，这也是谈判的一环吗？接着，所有的媚术尽数被秦风真龙之气吞噬，消失殆尽。随着媚术散尽，秦风也直入主题。那现在可以告诉我价格了吧？3期分成，你给单方，我负责其他所有步骤，你们净拿30%利润如何？价格居然还挺合理的，你们不趁秦家现在困难赚上一笔？趁人之危不是我们天涯楼的风格，也不是我任玉琴的风格。说完，任玉琴准备去拿契约，谁知刚走，他脚一软，便直挺挺的摔了下去。秦风眼疾手快，接住了任玉琴。那个我知道，我挺帅，任小姐，你这是要以身相许？秦风，你这是在占姐姐便宜，你知道吗？任小姐，这怪不得我，是你自己脚没站稳。话刚说完，秦风松开任玉琴，直接扔下单方，就一拍屁股溜走了，留下任玉琴独自一人生闷气。这秦家的少主太不老实了。小姐，这小子来的时候被人盯上了，要不要咱们帮一帮？帮，必须帮，占我便宜这事我还得和他算呢，他可不能死了。另一边，走在路上，秦风心情正好，忽然秦风停下了脚步，周围浮现了许多身影。秦风，我们家主要请你喝茶，你不会不给面子吧？是欧阳家主吧？怎么着，商战不行，开始行下作手段了？这就不是你该管的事情了，兄弟们动手！一瞬间，数名黑衣人爆发出气势，冲向秦风。秦风施展太古真龙诀，一瞬间，黑衣人便倒地了大半。不对，你不是秦家那废物。哎，你们说话好听些，什么叫废物？黑衣人见秦风如此气定神闲，心生退意，对着周围的兄弟说道：“兄弟们，拖住他，我去找援军。”别那么麻烦了，就都留在这吧。秦风解决完问题，趁着没人，他赶紧清理了一番现场，然后匆匆离去。随后没多久，一道身影慢慢的显露了出来。哎呦，这小子实力这么强，老夫我还怕你出事，特地跟着你，结果你一个人就解决了这么多人啊！不行，这事必须回去告诉小姐。当秦风回到秦家，将路上遇到袭击一事告诉了秦啸天之后，秦家众人皆是勃然大悟。欺人太甚，对秦家少主出手，这是打算和我们秦家翻脸了。家主，咱们和欧阳家拼了！欧阳家的做法已经触及秦家底线，秦家已经在酝酿着决战。但秦啸天更多注意到的是全身而退的秦风。风儿，你不仅实力超群，心性也如此沉稳，杀伐果断。我秦家要是人人如你，那便好了。这也不难，爷爷，城外的贪婪寨正好可以当做我们秦家的磨刀石。说得对，唯有以战养战，方能真正训练出精英高手。不过贪婪寨地势险峻，许多高手都铩羽而归，你有把握？为民除害，历练秦家子弟，一举两得，我自有把握。
贪狼寨的地势十分险峻，易守难攻。其寨主王奎是一名炼体9重的高手，不过秦家还是下定了决心，便集结了一批人，由秦风带队，悄悄咪咪地上山。老弟，最近下山抓的那几个姑娘真水灵啊！等老大腻了，哥几个也能沾光。什么人？用你见阎王的人。瞬息间，秦风解决其中一人，另一人则是由秦家族人解决。秦风注意到对方的手有些发抖，秦风上前安慰道：“习惯就好了，这样的人渣不值得我们同情。”谢谢少主。听到秦勇的命令，秦家弟子纷纷朝欧阳府内冲去。欧阳家的弟子见到杀气腾腾的秦家弟子，毫无抵抗之力，就连欧阳年也被秦风一剑诛杀。我的儿，你们秦家全都得给我儿子陪葬。秦风，我要你偿命！感觉到欧阳修的动作，秦风心中微微一惊，他还没来得及进行反应，就觉得眼前一道劲风袭来。秦风，别喊了，他活不下来的。没想到人人嘲讽的秦家废物，居然是一个绝世天骄，才10几岁就具备这等功力，实在是可怕。欧阳修对自己的力量很有信心，他认为秦风已经陨落，但不巧的是，下一秒一道对于他熟悉的声音响起：“好，欧阳家主果然有隐藏的炼体功法，若不是我的话，其他人恐怕都要被你重伤了吧？”秦风，你怎么毫发无伤？因为炼体功法可不止你一个人才有啊！秦风，你竟然一点伤都没有！我没事，但你很快就有事了。秦风气势恐怖，如若真龙，全劲爆发出惊天威力，狠狠地对着欧阳修杀了过去。只是转瞬功夫，欧阳修便被一拳轰飞。老祖宗还不出手吗？话音刚落，伴随着一阵冲天的气势，所到之处，秦家武者皆口吐鲜血，瘫软倒地。一位长发飘扬的妖异女子赫然出现。秦家小子，还有暗处的3位秦家老友，赖我欧阳家一个面子。只要现在离去，我既往不咎，两家以后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如何？秦啸天和2位长老从暗处现身，嘴中嗤笑，但心中也有些忌惮。如此恶毒的真气，你就是当年偷袭我的人吧？那只是一个误会，但如果你想报仇，也需要掂量。忽然，欧阳老祖爆发出了极其强大的气势，压得一行人难以喘气。但修炼太古真龙诀的秦风却隐隐从中感受到了一丝紊乱。莫非这欧阳家老祖正处于突破的关键时刻？2位长老，爷爷，这欧阳家老祖看上去强势，实则真气紊乱，现在正是出手的好机会。听到这话，欧阳老祖先是一惊，随后迅速恢复，但这一瞬间被秦啸天敏锐地捕捉到。2位长老，风儿说的没错，随我一起出手替天行道。欧阳老祖听闻，心里顿感不妙，爆发出冲天的黑雾遮盖全场。秦啸天，前些日子是我不对，老朽给你道歉，此事可否翻篇？老妖婆，你是不是老糊涂了？我给你翻篇，你怕不是一突破立马杀上秦家？我们既然来了，就没打算和你们和解。秦啸天话音一落，立马继续和欧阳老祖缠斗。随着秦家2位长老加入，1000米之内尽是烟尘狂风，但很快他就在3位真灵境的围攻下陨落。趁人之危，卑鄙！偷袭者居然有脸喊趁人之危！如今天罡城，欧阳家将不复存在了。欧阳家的一切打包回秦家，如遇阻拦，格杀勿论。接着，秦家众人开始打包欧阳家的财产。欧阳家众人看着杀气腾腾的秦家人，也不敢阻拦。最终，欧阳家几乎被秦家搬空了。很快，秦家剿灭欧阳家的事情传遍了全城。为了庆祝，灵儿特地出门替秦风买布料，却没想到遭遇楚家大小姐的纠缠。贱婢居然敢撞本小姐，你不想活了？分明是你故意撞我，为什么反而要污蔑我？我是楚家小姐，有必要污蔑你一个侍女吗？你不就是秦风的暖床丫鬟吗？有什么可得意的？跟着灵儿前来的秦风听到楚明玉的话，瞬间明白原委。原来这楚明玉是冲着秦家来的，听说这楚家攀上了清运城令家，没想到没多久就想给我秦家一个下马威，着实可笑。楚家人可真霸道啊！哟，我当是谁呢？这不是秦家的废物少主吗？如果不是运气好，攀上秦家崛起的时机，恐怕你现在都不敢和我说话吧。楚明玉说完，朝着侍卫们使了个眼神，侍卫们心领神会。小姐，需要我们教训一顿他吗？你们别这样，万一吓到秦家那个废物少爷就不好了。说完了吗？说完了，就该我了吧？秦风一招将护卫打飞，接着对一旁发呆的楚明玉抬起了手。秦风，你疯了！你为了一个丫鬟要打我？我这是替你父亲教育你，免得你给楚家丢人现眼。突然，远处的一道怒吼声响起，一人迅速冲了过来。明玉，我来迟了，放心，谁欺负你，谁就要付出代价。
秦风，你为了区区一个丫鬟，难不成要和我青运城令家翻脸吗？赶快让你那个丫鬟滚过来道歉，否则后果自负。青运城的令家是顶级大族，远非天罡城中的任何一族能比。楚家的小姐被令南天看上，这也是楚家嚣张的底气所在。就是秦风，再不给我跪下磕头，你们秦家就准备受死吧！你们不过2个弱者，有什么资格和我这样说话？很好，秦风，你果然够狂妄。看来今天我得替秦家好好打磨一番。你这个目中无人的东西，让你明白什么人是你不该招惹的。秦风和灵儿被楚明玉纠缠，对方仗着有令家人撑腰，目中无人。对此，秦风打算用拳头回应。你实力不错，但也仅仅如此。今日我便废你丹田，教你何为规矩。冠冕堂皇，你这是动杀心了吧？哼，是又如何？我令家比你秦家强不少，我就是让你陨落在此，秦家又有人敢报仇吗？说完，令南天没有丝毫留手，处处藏着杀招朝秦风袭来。你敢对我秦风动杀心，那就做好成废人的准备。你敢？秦风，快住手！秦风掌击中令南天，令南天只感觉身体一凉，一股剧痛涌上心头。秦风，你竟然毁我丹田！我只是和你比武，你为什么下此毒手？比武？谁比武？处处藏着杀招。若我实力不济，现在躺在这的就该是我了吧？那又如何？我是令家人，你敢惹我，我必要你不得好死！忽然，虚空中有一道极强的气势朝秦风冲来，随后一位真灵境强者从虚空中踏出。秦家的小子，你好大的狗胆，敢动我们令家的人！区真灵境，莫以为我怕你不成？秦风旋即催动体内2枚灵片，猛然释放出一股真龙之力，一时间隐隐和对方持平，在场的众人皆震惊不已。这秦风还没到真灵境，居然能和真灵境抗衡，这令家即使家大业大，得罪如此人物，也不是一门划算的买卖啊。那也说不准啊，对方这架势好像没有打算放秦风走啊。和众人猜测无二，令家前来暗中保护令南天的长老心里已经泛起嘀咕。这小子居然能和我不相上下，不行，今日若不解决他，来日他必上门和我寻仇。小子，遇到我算你运气不好，明年的今日记得让你家人给你多烧一些纸钱。就在秦风打算全力反抗之际，一道冷哼声突兀响起，一道人影出现在他身上。林家长老来我天罡城放肆，还要动我的侄子，先要问问我爸。是叶城主啊，你要替这小子出头，可得想清楚了。我们令家在青运城可是大族。哦，那你的意思是你可以代表令家喽？叶城主，话可不能乱说，只是你们秦家人太过霸道，居然行废人丹田之事，我看不过去，想替你们教训教训而已。你们若能在城战里击败秦风，那我必然不说二话，和你仗着真灵境2重教训练体境，你可真好意思啊，我都替你害臊。令长老被气得不行，但叶云说的是事实，他也无法反驳。而此时，一旁的楚明玉见令长老气势被压住，非常着急。长老可不能放过秦家啊，他可是废了你们家的公子啊！滚！此事是因你而起，你还好意思说话？南天，你可要替我出气啊！贱婢，若不是你，我又怎么会被废？若不是因为你楚家还有些用处，我恨不得现在就杀死你。令家长老自知理亏，拎着令南天就走了，留下楚明玉一人。秦少主，其实我也不是故意的。以一己之力挑起令家和天罡城的仇恨，楚家有你真是大幸啊！秦风说完，便带着灵儿和叶云城主一起回了城主府。叶叔，您说的那个城战是什么意思？城战就是各大城池之间的战斗，每20年召开一次。圣龙王朝每个城池都会派出武者参加，胜者不仅可以让其所在城池获取大量资源，更有可能被沧海宗选中收为弟子。这一次，我选的人是你。一提到沧海宗，叶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小心地问道：“我记得你之前的未婚妻，现在就是沧海宗的亲传弟子。”林雪茹，亲传弟子，只是几个月前我们已经退亲了。那林雪茹我也听闻过，天云城的林家大小姐，天资非常罕见，乃是一个绝世天骄。沧海宗招收弟子极为苛刻，别说亲传弟子，整个圣龙王朝能否有10个外门弟子都是未知数。换而言之，林雪茹的天赋潜力极强。城战时间是1个月后，你准备一下，到时我去找你。好。林雪茹，看来咱们还得再见一次面啊！离开城主府后，秦风回到了秦家。先是去兵器库挑选趁手的武器，左挑右选都没有合心意的。此时突然发现角落里有一块银白色金属，小小一块却似乎有几百斤重。它蕴住真气，随着一声脆响，金属散发出银白色的流光，如星辰一般明亮。没想到这竟然是传闻中的星辰之铁，交给优秀的炼器师，我就可以拥有趁手的武器了。此时刘玄清来报，少主，之前买回来的黑风龙影马服用了您炼制的丹药后，都恢复为正常状态了。
很好，我秦家铁骑队伍有了第一步。家主在大殿议事，邀您过去。秦风来到大殿，秦勇神神秘秘地递给了秦风一份契纸。风儿，这可是一件好差事，你来训练秦家日势如何？不愧是我的好三叔，想到一块去了。叔，我有拒绝的权利吗？没有。那还商量什么？我这就去办。听到秦风略带调侃的抱怨，秦勇终于安心了。你这小子不这样说，你哪里肯做这麻烦事啊？负责选拔名单的是秦家的一位执事长老，名叫秦沈。现在秦沈正双手端着一份名单给秦风过目。少主，您看看这份名单行不行？秦风望着秦沈递上来的名单，一眼看出了猫腻。这黄旗是你小舅子吧？是少主，老奴实话说，这是我的私心，如果不行的话，我立马把他剔除掉。算了，看在你没瞒我的份上，我给他一次机会。秦风说完，秦沈热泪盈眶。行了，这事交给你全权处理，我得去一趟天涯楼，最后一天我再来负责考核便可。下午，秦风再次来到天涯楼，把郑元丹的一切事宜都交代了清楚后，便登上了阁楼。阁楼里，任玉琴正用针扎着秦风的小人。渣男，混蛋！哟，大小姐，你在说谁呢？当然是秦风这个呀！你个混蛋，占我便宜还敢出现在我面前！今天我不打死你！任玉琴猛地回头，看到那个臭小子正在盯着自己看，就更十分气恼了。那是个意外，任小姐整日耿耿于怀，你不会是喜欢我吧？谁会喜欢你这种人？任玉琴别过脸，美眸流转，翻了个白眼。姐姐我呀，要回家族去了，这次回去可是要继承家业了。如果你不成长得快一些，恐怕以后再也见不到姐姐了。秦风敏锐地感知到，任玉琴开着玩笑的语气下，藏着一些淡淡的忧伤。别担心，我很快就会去任家找你。等下，你小子是不是又在占姐姐便宜？离开天涯楼后，秦风走在路上回顾刚刚的温存，结果却听到了一些熟悉的声音。哥几个，我们秦家少主有炼体功法，我都看我姐夫日记看的，千真万确啊！黄旗，你还真是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不过这次你干得好，你把这药粉倒给秦家的水源里，到时候炼体功法必然有你一份。那就谢谢楚少了。暗地里偷听的秦风嘴里满是憋笑。这俩傻缺，秦家的水源有重兵把守不说，每缸水上桌前都需要检测数字，这两人居然想下毒，真是可笑。黄旗和楚人龙分开后，马不停蹄地前往秦家的水源。他刚从怀里掏出一包药粉，手就被人死死地掐住了。好呀，你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你居然是奸细！姐夫，你误会了，我只是想要。听你解释都浪费时间，猪狗不如的东西。秦沈收拾完黄旗，一脸陪笑地看着秦风。少爷、少主，这是我的过失，如果不是因为我，这个王八蛋就不可能轻易出入秦家，还请少主责罚。你自己去找家主领罚，还有把你那写日记的习惯改一改，正经人谁写日记啊？秦沈一脸感激，秦风这已经是轻饶他了。接着，秦沈在前面领路，和秦风一起报告了这次事件。听到事情的来龙去脉，秦勇也气得不行。这是楚家的意思，还是那个楚人龙的意思？说不准，但楚人龙也是楚家人。秦风的言外之意很明显，楚家已经严重威胁秦家的生存了。那芬儿，你的意见是？如何对待欧阳家，便如何对待楚家。楚家堡内，楚琼正摆酒设宴，忽然谷内警铃大作。家主，不好了，秦家杀上门了！放肆！秦家胃口不小，居然敢来找我们楚家麻烦，他们难道不怕我们背后的令家吗？确实不怕，我们秦家还没傻到被别人下死手欺负还不复仇的地步。楚琼一头雾水，但看到一旁晕厥的楚人龙，他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秦风，就算是我儿子一时犯傻做了什么事情，你也可以来找我协商，而不是直接杀上门。你们秦家就这样做事的吗？笑话，往水源投毒，换你能忍吗？那又咋了？他成功了吗？没成功，那就是没铸成大错。我以后管管便是，与你秦家何干？秦风听得都快气笑了，也不废话，果断出剑。秦风，你怎么这么狠心？我不就撞了你侍女一下，你用得着这么报复吗？你现在承认是你干的了？我打扫一下剩下的战场，顽抗者处决，投降者带走。是。只有15个人，却在一夜间覆灭了整个楚家。第二天，秦家铁骑这4个字响遍了整个天罡城。次日，得知城主府来了位炼气师，秦风立刻前去拜访。叶云和这位人称气宗的老者看见星辰之铁之后，都大受震撼。这星辰之铁是非常珍贵的炼气材料，好强悍的身体，
不错不错，你确实有资格让我为你炼制一柄武器，只不过我们需要去烈焰山。那座活火山。不多时，二人就来到了烈焰山，山脚下都能感受到那可怖的炙热气息，一老一小在热浪中爬至山顶。秦风只见气宗朝着熔岩奔去，体内散发出一缕缕赤色真气，这应该就是气宗修炼出的淬炼真气，不愧是真灵境。气宗的真气手印在熔岩中不断翻找，不一会儿就翻出来一块赤色晶石。晶石离火的瞬间，一道十分恐怖的火柱爆发，像是火山在发怒。小子，你还在磨叽什么？还不快趁机淬炼武器！好。秦风立刻将星辰之铁扔进火柱之中，并立刻利用龙灵之力催动全部真气注入火焰中的星辰之铁。好小子，绝对是个万年难遇之才。既然如此，我就与他结个善缘。气宗催动法诀，星辰之铁上便裂开了一道道痕迹。随着一道耀眼的光华绽放，火珠里面似有一条真龙在呼啸，一柄长剑横空出世，转瞬就到了秦风的手里。好剑，好剑！从今以后，你的名字就叫霸天真龙剑。有了这把逆天好剑，未来的修炼之路必定会更上层楼的。我看好你。第二天，一艘象征着皇室的巨龙战船飞抵天罡城上空。巨龙战船利用凶兽内核来驱动，轰鸣着降落在天罡城的广场之上。秦风作为城战的选手，和城主叶云登上了战船。小子，你这修为是来凑热闹的吗？我奉劝你一句，和人斗的时候还是尽早投降比较好，那些人可不一定会手下留情啊。多谢大人关心，小子觉得出来，长长眼界也是好的。这小子不卑不亢，这眼神冷静中包含锐气，怕是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简单。行，你知道就好。秦风客套完，便从容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秦风在船上度过了一段无聊的时光。几日后，战船在一处沼泽的上空停下。此处便是本次历练的场所，绝望之地，欢迎胆小之人立刻退出。秦风周围的人一听，纷纷泛起了嘀咕，甚至有人直接退赛。我退出，我不参加了。我是想当沧海宗弟子，不是想送命，我也不参加了。一时间，许多人退却，只留下秦风等一批坚定的人。还行，比想象中的多一些。他的人留在船上，剩下的人闯过绝望之地，保留积分牌即可合格。积分第一的人可以直接当沧海宗内门弟子。你就是秦风吧？当初废我弟弟丹田的就是你吧？哦，是我又如何？你想在绝望之地里嘎了我？难道很难吗？秦风，你等着，在里面我一定会嘎了你。哟，令无敌，你好大的威风！不知道你敢不敢和我斗一斗？杨邪是叶云至交饭桶的弟子，看到自己人被威胁，自然不可能忍让。杨邪，你少多管闲事！你威胁我朋友，我怎么不能管？你一个大城之人，居然与小城之人交友，说出去也不怕丢了你家城主的脸面。偏僻小城，可我看你们青云城也没什么了不起啊。秦风，你别得意，千万别让我单独碰到你。令无敌嘴上说不过杨邪，自知也打不过杨邪，气鼓鼓的离开了。谢谢杨兄解围。家师和叶叔叔是至交，自然要力挺你。不过好像也不需要我出头吧？你小子隐藏了不少实力吧？杨兄果然聪慧。两人寒暄了一会儿，一旁的郑国王师耐不住性子，催促着：“你们快进去，我还着急回去睡觉呢。”郑国王师话音刚落，绝望之地的入口突然传来一阵哀嚎。每个参赛武者都拿到了一枚显示积分的玉牌，现在所有人都是0分。秦风一行人还未进入绝望之地的入口，就听到一阵哀嚎。这小子运气不太好啊，碰上了金沙利刃，刚进绝望之地就陨落了。你们两个现在放弃还来得及。谢谢好意，我不会放弃的。除了积分玉牌，每个人还有一块刻满符文的石头，遇到危险捏碎石头即可有高手来救，不过也等于宣告退出了。秦风和杨邪自然不可能放弃，毅然决然地走进了入口。刚踏入其中，一阵可怖的力量猛然笼聚，秦风施展太古真龙诀抵挡，随后他便被传到了一处荒凉的地方。这里应该就是绝望之地了吧？还没等秦风站稳脚跟，不远处的打斗声就吸引他的目光。兄弟，你来自哪里？天罡城。天罡城是一座小城，你独自一人也没办法进入沧海宗。不如这样，我们组队猎取积分，等我进沧海宗，我便送你一份炎火圣果。若你进了沧海宗反悔的话，我们又能如何？秦风此言一出，秋山身旁跟着的人立刻大怒。若不是秋山大哥，我们刚刚全都嘎了。你也看到了，人家没有骗我们的必要。兄弟，不用担心，炎火圣果就在不远的地方，我可以先给你们，这样你们也不用担心被我骗了，如何？秦风没有反驳，而是点了点头加入队伍。不久后，几人来到一处山洞门口。我替你们把风，免得其他妖兽和人寻到此处，偷袭我们背后。秋山大哥想得太周到了。若不是你，我们恐怕要嘎在这里啊！几人一通感激后，便进入洞口。秦风没有往内深入，只是找了个地方藏了起来。几息后，山洞内传来了求救声。
秋山大哥，救命啊！为什么洞里会有一阶凶兽啊？怎么回事？洞口怎么被封住了？几人无奈，只得回身和凶兽拼杀，最后全部陨落。过了许久，洞门口照进一缕阳光，秋山走了进来。都是一群天真的蠢蛋，不过没有他们，我也没这么容易得手。果然，你没安好心啊！你还活着，这怎么可能？秋山死后，他的积分汇入秦风的积分牌中。这小子恐怕没少做这达人越货的事情。不行，一个人待着也危险，跟着队伍走也危险，有没有什么两全的法子呢？接着，秦风灵光一闪，想到了办法。秦风把洞中的炎火圣果全部打包，走小路，一路尾随一支队伍，让对方替自己开道。这只3阶凶兽苍龙猎鹰，我们必须拿下，让皇子成为沧海宗内门弟子。大人，万一有人抢夺我们的积分？不可能，谁敢打劫皇室队伍？除非他不想活了。几人顺着踪迹找到了苍龙猎鹰的老巢，一阵缠斗声过后，受重伤的苍龙猎鹰从夹缝中飞出。别让他跑了。放心，大人，他受伤跑不远的，我们很快就能追上。就在这时，一道刀光闪过，秦风全身裹满黑衣，一刀了结苍龙猎鹰。谢谢各位了，这积分我就不客气了。你是哪个城池的人？居然敢抢皇室的猎物！如果不把积分交出来，你们城池免不了秋后算账的。各位，我又不傻，这积分我要是肯还，我还来抢干嘛？大人，他好像说的有道理啊。有道理个！小子，你敢不敢报出你的名字？领头人本就是泄愤立威，却没想秦风邪魅一笑，大声说道：“在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清运成令无敌。皇族兄弟们，咱们山水相逢，来日再见。”他令无敌是吧？我记住你了。抢完人头就疯狂跑路的秦风，直到跑了足够远，才在一处枯树下坐下休息。好险，要不是修了几门轻功，还真跑不过那群皇室子弟。这不是秦风吗？令无敌大人说过，只要找到踪迹就通知他，可赏无数宝物。不久后，令无敌赶来，而秦风早已远去。你怎么不跟着他？大人，我这怕打草惊蛇啊。不过您放心，他离开的方向我很清楚。接着，令无敌顺着只是一路走，碰上了重新换上黑衣的秦风。兄弟，请问下你认不认识秦风？你是他朋友，那正好，他欠我的债，你来还吧。令无敌被秦风的反应吓了一跳，赶忙解释：“兄弟，你误会了，我也是他的仇人。既然你不知道他的位置，那我也不便叨扰，就此别过。”你休想骗我，你一定认识秦风。秦风追了令无敌许久，最后佯装力竭，才放走了令无敌。嘿，运气真差，秦风没找到，还差点被一个疯子缠上。就在令无敌一个人躲在山洞休息时，刚刚被秦风抢走猎物的那队皇室人马也找到了这个洞穴。兄弟，不介意我们进来吧？请便。兄弟，你认不认识一个叫令无敌的？我们在找他。你们是谁？找令无敌干什么？皇室的领队看着令无敌小心谨慎的表情，怀疑他是令无敌的朋友，随即露出了笑容。放心，我们是皇室的队伍。之前令无敌帮了我们是特地感谢他的。我怎么不记得帮了皇室之人？也不知道哪次无心之举帮助了他们。您说的可是真的？自然。其实吧，我就是令无敌，互帮互助本就是我令家的优良美德。令无敌话音未落，皇室领队沙包大的拳头直接呼到了他的脸上。可算找到你个孙子了。就你叫令无敌是吧？抢皇室的猎物，还山水有相逢是吧？还改日再见是吧？另一边，秦风走在路上，忽然被一个人拦住了去路。秦风，你们秦家趁我不在欧阳家嘎了我的妻子，你应该没想到我能进入。
秦风假装思虑，一边走一边往流沙中靠，随从则是大声呵斥起来。是啊，你一个蝼蚁，被九皇子看中是天大的荣幸，你还犹豫什么？秦风，本皇子的耐心可不多。九皇子，我的回答是滚。秦风说完，跳入流沙河中，转瞬便不见了踪影。秦风没入流沙河，九皇子和欧阳老祖以为秦风翘辫子便离开了，殊不知流沙河地下是中空的安全地带。好险，幸亏我注意到了，下面有地下暗河。秦风顺着地下河流走了许久，在一处岔路口，他听到了一声嘲讽声：“杨邪，你突破关头的藏身地被我找到了，你现在跪下来磕头，我让你嘎得好看点。”杨邪在突破关口无比虚弱，现在与普通人无异。哼，我不过阻止你杀人越货，你便记恨在心，如此行径，你又怎么能踏上大道？那就不劳您这个即将成为亡魂的人费心了。青剑城少主脸上露出微笑，满脸胜券在握的样子。难道我要死在这种小人手里？不行，就算是死，我也必须带上他。你选的这个地方可真隐蔽，你的朋友们应该也找不到吧？受死吧，杨邪！忽然雷电闪烁，青剑城少主被击落在地。杨邪，我没来晚吧？是你，秦风，你怎么会在这里？还是就不劳您这个即将成为亡魂的人费心了吧。秦风用对方的原话还击完，一招结果了他。谢谢秦兄，没你的话，我今日恐怕已经陨落了。我也是被人逼到这里的，我还得去报个仇。是否需要我帮忙？秦风摇了摇头，对黄世仁出手，还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不是逞能的人，我积分已足，报仇是顺带的，但你估计……经秦风一提醒，杨邪发现自己没多少积分。那我便告辞了，秦风兄，你有事可传音于我，我必会亲至。杨邪说完便转身离去。秦风修炼了几日，顺着杨邪的路走到了洞口，刚巧碰上了一个熟悉的人。真是倒霉催的，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的人抢了皇室的猎物还栽赃给我，要不是我积分牌分数较少，估计就要被皇室小队当场斩杀了。骤然之间，令无敌话音刚落，一道爆破空声便凭空诞生，朝着他飞。是和方小小在此设伏。令无敌，就这么些日子，难道你不认识我了？我听皇室那帮人说，你不是掉进流沙河，嘎了吗？我没嘎，但很快你就得嘎了。等下，秦风，其实我们之间也没那么多深仇大怨，不是？秦风注意到了令无敌的小动作，眨眼瞬移至他的身旁。想偷袭，下辈子注意点，不要流露太多杀意。瞬息过后，令无敌倒地，失去了声息。这小黑瓶怎么这么重？哎，竟然是灵韵元水！秦风好奇间，身边凭空出现了一道声音：“这个是我的。”这个姑娘是谁？怎么能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的身边？秦风打量着她，一双赤足竟然可以凌空悬浮，周身有隐隐的白色流光晕着，看不出是修炼的什么武技功法。姑娘，这是我的战利品，你说是你的，你可否有证据？这是我辛苦找的，你要我证据？秦风虽然没从对方身上感受到杀意，但还是不由得警惕了不少。那是我不能给你。你们都是坏人，都欺负我。少女一言不合便哭，秦风很是头疼。行，我可以给你，但你得拿东西换。真的，你自己挑吧。少女从手上的储物戒指中倒出一堆金泥，上面堆满了积分牌，下方则是数不清的功法珠宝。还好没招惹这姑奶奶，上百个积分牌，这是嘎了多少人啊！富婆，我能要这个戒指吗？秦风指了指一堆宝物中的一个储物戒指，少女没有犹豫，直接捡起丢给了秦风。拿走，那我的东西呢？这哪家的小姐出来体验生活啊？珍贵的储物戒指说丢就丢，一点也不心疼。小姐，你这光脚走沙地上也不硌得慌吗？要你管！少女将其余的财物收回储物戒指，瞬息之间离开了此地。在一处狭小的山路上，一位青年正在被追杀。小子，你何必死撑呢？只要你把身上的积分牌交给我们，我们绝不会为难你。呸！我兄弟给你们了，你们也没放过他。哼，既然骗不到你，就给我嘎吧。青年见逃跑无望，直接将积分牌丢给了路过的秦风。兄弟，快跑！我积分牌给你了。见状，皇族一行人直接调转目标，把秦风围了个水泄不通。小子，要怪就怪你运气不好，那个小子不把积分牌给你，你或许还能活。皇室小队，那可真是运气不好啊！看你是个识相的，东西交出来，我们利落些，你也少受一些痛苦。皇室小队队长话音未落，秦风便爆发出一股强势的气息。我的意思是，你们的运气不好。
秦风一招解决了全部人，只留下青年瑟瑟发抖。兄弟，我刚刚可是把积分牌给你了。莫非你当我是傻子？你想祸水东引，拿我保命，还希望我放过你？你这和他们有什么区别？放我一条命又如何？秦风没有废话，直接解决了对方，随后继续寻找其他的皇室小队。一段时间后，九皇子收到了7支皇室小队覆灭的消息，现在只剩下九皇子最后一支队伍了。谁有胆子在绝望之地对付我们皇室小队？会不会秦风没死？怎么可能？秦风是你我亲眼看到没入流沙河的，哪怕是你，你觉得你能活下来吗？如果是冲着您来的，那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应该很清晰了。两人意识到，接下来对方很可能要斩断他们与最后一支小队的联系。那估计得麻烦你跑一趟了。解决完大人后，记得给个信。欧阳老祖作为真灵境3重的强者，九皇子对他的实力非常放心。老奴明白。自从欧阳老祖离开后，一连过去数日，九皇子都没有收到欧阳老祖的消息。现在他很疑惑，奇怪，这欧阳老祖在绝望之地应该是无敌的，莫非是被什么东西困住了？好奇间，一个护卫闯了进来，是另一支小队的，身上还带着浓浓的剑意。九皇子，不好了，欧阳老祖嘎了。护卫话音刚落，九皇子神情大变。这剑意好熟悉，不好，是秦风的，他没嘎。不对，逃，快逃！那个秦风没死，你个蠢货，你就没想过为什么你能活着回来吗？九皇子，是欧阳大人拼死掩护我出来报信的。蠢猪，欧阳老祖都嘎了，秦风难道追不上你？他是留着你来找我的。一想到这，九皇子冷汗直流，东西都顾不上收拾，狼狈逃窜。过了一会，秦风出现了。咦，被发现了！算了，跑吧跑吧，慢慢跑，好戏才刚刚开始呢。绝望之地出口，皇室和各大城主等一行人候着，有些人面上焦急。长老，要是咱九皇子进门，到时候还请你多多关照啊。若他进门便是内门弟子，那到时候应该是他关照我了吧？交谈间，九皇子狼狈从出口窜出。可恶的秦风，这个仇我记下了，等我成为沧海宗内门弟子，到时候加倍奉还。见自家九皇子出来，郑国王师赶忙迎上。九皇子受累了，你现在有多少积分？不多不少，刚好49万。这样看来第一必然是你的了。秦风，你最好不要嘎在里面，不然我的仇怎么报？忽然，出口金光大现，一道身影从中撞出。秦风，大胆，你怎么敢撞我的？不好意思，九皇子，我刚刚在秘境推丢了一只蝼蚁，到出口的时候没看路。九皇子听闻气得吐血，他确定秦风就是故意撞他的。这小子简直胆大妄为，居然敢顶撞皇室！你看这小子身材瘦弱的模样，我看他积分也弄不到多少，肯定是躲在某个地方，这才耽搁了时间。无数道议论声纷纷响起，饭桶对此有些担忧。叶云，你这次麻烦大了，城战结束，赶紧带秦风躲一躲吧。哎，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同时，秦风已经将积分牌上交，积分28万。怎么可能？这秦风只是炼体境9重，居然有28万积分。即使有28万如何？我可是足足49万。下一秒，秦风把一堆积分卡丢了出来。不好意思，九皇子，我这里还有一堆积分牌。秦风将所有的积分牌上交，总积分停留在了150万。天哪，真是妖孽！这一次，我沧海宗的内门弟子将是天罡城秦风。内门弟子起码是我帝国之人，也不算亏。大家都很满意，除了九皇子。可恶的秦风，居然抢了我内门弟子的位置，我与你不共戴天。九皇子，下次注意，别把心里话说出来了。秦风，那个我说的不是你。我知道，我不在乎，毕竟人并不会在乎蝼蚁的杀意，不是吗？很快，秦风返程，这次他住上了最上等的房间。从今天开始，天罡城便不再是一个小城，它因为你的崛起而崛起，将会是帝国最强大的城池。秦风明白，对方是想把他绑定在帝国里，对此他也是顺着回复。还得多亏帝国栽培，否则秦风何来此机会？不愧是帝国看中的人，就是聪慧啊！如此，我也放心了。你且好好休息，有事吩咐下人找我便是。郑国王师离开后，秦风修炼了许久，忽然他觉察到龙舟正在下降。不对，按时间算，现在应该还没到天罡城。发生什么了？现在到了哪里？回大人，现在到了清末城，船上的丹药不足，特地补给一番。秦风总感觉有些怪异，但说不出来哪里奇怪，只得跟下船去看看。秦风离开了舰船，顺着大路走到了一个集市上。少年，我看你骨骼清奇，这枚3阶凶兽妖丹看上去和你很有缘。谢谢，坑钱不买。且慢，这枚妖丹只要88万两。秦风停下了脚步，88万两买一枚3阶妖丹，并非很亏。很快，秦风砍了半天价，便花了50万两就买下了妖丹。
哎，小子，你这么会砍价，也不像本地人吧？我是天罡城秦家的人。哎，你是秦家的啊，小子，你知不知道你们家族最近好像被一群高手围攻了？听到这话，秦风眼神瞬间冷漠了下来。老人家，你是说有人在进攻秦家？哎，是的，我朋友刚从天罡城回来，准确无误。谢了，告辞。秦风没有废话，立即返回圣龙战船。黄甫琼看秦风回来，有些诧异。秦大人，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吗？战船还需要多久能好？有人进攻秦家？不是，谁敢打沧海宗内门弟子的家，我黄甫琼第一个不答应。您放心，虽然战船没办法起航，但是我有这个。黄甫琼轻唤一声，一只穿云苍鹰便出现在了面前。大人，这只二阶凶兽速度极快，您可用它不日便到天罡城。谢了。另一边，秦家正在苦苦支撑着来自青运城令家的攻击。这就是招惹我们青运城令家的下场，区区一个天罡城也敢伤我少主。你们令家切莫嚣张，我孙子秦风这次落得好名次，你敢对付秦家，那你也得先问问帝国答不答应。就那个区区炼体9重的废物，现在恐怕已经是我们大少主的刀下亡魂了。秦啸天自知秦家肯定不敌令家数名长老的围攻，此时已经在思考退路。立刻带着秦家的精锐从小路逃跑。不，父亲，我要和你一起战斗。不行，此事关乎钱家未来，只要你们在，钱家就还有希望。说完，秦啸天便打算与令家长老决战，给秦家人逃跑拖延时间。不，你们想跑，天罡城的地形我早就了然于胸。你们秦家杀上我楚家堡的那天，可曾想过会有今天？令长老把秦风最喜欢的那个侍女留给我，我要亲手嘎了她。你这家伙，先把秦家的人全抓住再说。遵命。令家和楚人龙前后夹击，退路被堵死。难道偏要亡我秦家吗？不然呢？秦家作恶多端，作茧自缚罢了。当初给我们令家少爷磕2个头赔罪就能解决的事，非要闹到如此地步。秦啸天，你们秦家可知道后悔了？现在把你秦家的女子给我送出当小妾，好歹能保存一些血脉啊！我秦家只有战死之人，没有屈膝投降之辈。突然，天边传来了一声龙鸣，一道流金的气息狠狠地撞在了令家长老的身上。好强的气势，来者何人？居然敢偷袭老夫！无耻老贼，趁我不在偷袭秦家，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忌日。令家长老看清楚来人后，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哈哈，我当是谁呢？来了个炼体9重的娃娃，你就是当初废少主丹田的那个小子吧？实力不行，大话倒是一套一套的。废你少主丹田算什么？你们的另一个少主已经陨落了。小子，你少在这里影响我们令家的士气。谁不知道我家少主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天才，怎么会陨落？因为他遇到了我。下一秒，秦风身上散发出一股极其强大的威压，接着他朝令家长老冲来。哼，小子，找死！太慢了！秦风说完，一手扣住令家长老，狠狠地朝地上砸去。小子，我可是令家。话还未尽，秦风便一脚踏上，让其永远闭了嘴。都撕破脸了，还指望我留守，未免太天真了。你应该就是下一个了吧？我可是真灵境4重武者，小子，你确定要赶尽杀绝？赶尽杀绝的不是我，是你们。下一秒，秦风瞬移至楚家老祖身后。下去了，记得替我向欧阳老祖问个好。什么？你把欧阳老祖也给嘎了？瞬息间，楚家老祖陨落，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秦风淡定地叫来刘玄清。刘玄清，这次事情交给你调查了，秦家的伤员你负责安置下。遵命。接着，秦风来到受伤的秦啸天面前。爷爷，您没事吧？爷爷老了，看到你成长起来，真是开心呐。第二天，小院里，秦风坐在椅子上，刘玄清站在一旁汇报调查结果。少主，经过我严刑拷打，我已经得知这次进攻的势力分别是楚家、欧阳家、余孽以及令家，还有一个9皇子。果然有他。少主，我们跟皇室毫无瓜葛，为什么他们会？秦风挥了挥手，示意他不要再问下去。我要离家一段时间，要是有人想趁秦家之危，你便去找叶城主。秦风说完，便原地消失。圣龙王朝皇宫里，9皇子正不断地拿起房间里的东西往地上乱扔。秦风，你这个王八蛋，居然敢夺我机缘，抢我第1名！
不过本皇子已经派人灭你秦家去了，想必你现在正在天罡城里失声痛哭吧？这就是惹怒我的下场。下一秒，一声厉喝响彻整个皇城。九皇子，你个狗东西，你给我出来！何人在此喧哗？镇国王师刚准备大声斥责，就发现眼前之人无比熟悉。不对，秦风不是回秦家了吗？怎么会无故来皇宫喧闹？秦风，是你啊！别吵吵闹闹的，有什么事和我说，我来做主。王师，请问有人雇凶围剿秦家，我追查到真凶，该如何惩治？镇国王师毫不犹豫，转瞬怒意满满。若如此，我必会替你报仇。秦风可是沧海宗内门弟子，圣龙王朝未来的倚仗之一，他不觉得有人敢蠢到这个节骨眼去和秦风作对。有王师这个承诺，小子就放心了。但小子有习惯，自己报仇就不劳您费心了。九皇子，拿命来！话音刚落，秦风锁定一旁若无事人一般的九皇子，恐怖的气息压着九皇子喘不过气来。秦风，你不能卡我，我可是皇子。以命抵命，自古有之。5名镇国大师见状，趁机爆发恐怖真气，抵挡住了秦风。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5名真灵境4重高手联手，险些将秦风重创。万幸他身体强度足够。秦风，我劝你就此离去，与整个帝国为敌，你担不起。呵，少废话，要拦着便战。秦风迎上5位王师，一番较量，两方势均力敌。秦风，皇宫中高手不止我们5人，你虽天资恐怖，但最多也就是和我们5人齐平。放下执念，就此离去吧。不远处，沧海宗长老也被秦风的动静吸引了。长老，我们要不要下去阻止？是啊，长老，虽然秦风的举动冒犯了圣龙王朝，但他终究是我们沧海宗的内门弟子，岂能容忍他人欺负？不急，再看看，我想要看看秦风他到底能给我带来多少惊喜。皇宫内见有人替自己做主，有恃无恐的九皇子对着秦风叫嚣：秦风，你不是很能吗？就是本皇子叫人去灭秦家的又如何？你能拿我怎么样？几位九皇子都承认了，你们还要拦着吗？几位王师心中对九皇子不满，但眼下更重要的是保证皇室的权威。秦风，九皇子都被你逼得失心疯了，你怎么还不依不饶？笑话！当我族人妄图灭我秦家，这难道是因为失心疯？堂堂皇室不保护自己的子民，反倒处处迫害，这难道是一句失心疯可以掩盖的吗？秦风，像你这样不听皇室命令的天才，我宁可亲手摧毁。李海东说完，运转真气，直接袭向了秦风。刚刚为了保住帝国的人才，他并未对秦风下死手。这就是帝国，这就是皇权。瞬间功夫，霸天真龙剑卷起，一股股如同海潮般的剑气来向了李海东。小辈放肆！秦风，你确实很厉害，也难怪寻常的真灵4重武者会很难对付你，但很可惜，你碰上我了。好厉害的小子！无论如何，秦风已经记恨上我了，必须在他成长起来前将他抹杀。察觉出李海东目光里的杀意，秦风内心一阵冷笑。阁下是不是想趁我年轻，嘎了我永绝后患？放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何为帝国的威严。两人便交战在一起，伴随着一声剧烈的震荡声后，李海东整个人居然被秦风一脚踢飞了出去。秦风，我今日必嘎你！哈哈，秦风，你惹怒了李国师，你死定了！闭嘴！若不是你，怎么会惹这么大的祸端？李海东说归说，手上的动作没停，一股滔天的力量从空间呼啸而过，狠狠轰向秦风。既然你们皇室决心和我翻脸，那我也就不必隐藏了。秦风身上雷光乍起，汇聚成天雷之枪冲向李海东。好家伙，虽然我今日身受重伤，但只要能击杀你，那也便不亏了。李东林，你小子别装死了！不好，还有人！李东林隐蔽气息，躲在战场边缘许久，终于找到机会靠近秦风。秦风，给我嘎！哼，你们圣龙王朝莫非不把我苍兰宗放在眼里？伴随声音而来的是一道强有力的气息，瞬息击飞了偷袭的李东林。境界压制便罢了，还2打1偷袭，你们不要脸的吗？今日我倒要看看你们圣龙王朝敢不敢当着我的面嘎我沧海宗的弟子。沧海宗长老的声音振聋发聩，不可置疑。秦风，今日你有何冤屈，尽数道来，我替你做主。沧海宗长老拦住众人，秦风得以喘息，并开口解释道：从一开始，城战就很不公平。城战中九皇子与欧阳家真灵境3重的老祖围杀我一人，我侥幸逃脱，而欧阳老祖不敌陨落，由此便被九皇子记恨了。
在此之前，我试图用保命玉石逃跑，结果玉石竟早就被人替换成普通石头。更有甚者，有一名天骄武者因玉石被替换，无法离开结界，被皇室族人追杀致死。因为圣龙王朝公然作弊，莫非以为我沧海宗好欺负不成？一旁的李海东面色难看，没想到李东林居然如此犯蠢。即便是这样，我也没有打算追究。但你在我成为沧海宗弟子后，正欲为帝国、为沧海宗效力之时，妄图灭我秦家，这难道不令人心寒吗？秦风，对不起，我知道错了，都是我一时鬼迷心窍，求求你饶了我这一次吧，我也是被人蛊惑啊。看到那九皇子如此模样，众人的脸上皆是一阵鄙夷与惊讶。我真是蠢，这种只会奸诈诡计的皇子怎么可能继承大统啊？居然为了这样一个皇子与天骄交恶！长老，我是非不分，请您向帝国要求惩罚我。哪敢，毕竟你是帝国的镇国王师之一，比我沧海宗的弟子命可值钱多个。海宗长老一顿阴阳怪气后，便带着秦风离开了这里。咦，没事了，太好了。九皇子刚刚放松，李东海嗤笑地看着他。哈哈，没事，你私自灭秦家这事，皇室岂能饶了你？王师，我可是皇子啊！从你下跪的那一刻，你便不是了。沧海宗长老带着秦风上了宗门战舰，随后秦风感谢道：“谢长老出手相助。”别喊长老，以后叫我李青山就好。你是内门弟子，按辈分而言，我们应该算同辈的人。明白了，青山前辈。哎，你这谦卑有度的风范，可真是少年英才啊！5日后，战舰停在了沧海宗门口，秦风随着李青山一起到了山头。秦风，你虽然被收为内门弟子，但宗门测试还是得和那些未入门的一起，这是关乎你在内门的地位，万万不可轻视啊！谢李长老提醒。李青山提醒完，便和秦风分道扬镳了。接着来到一处广场。哟，秦风，你来了！你看看那个九皇子，居然跟在赵玄机后面。赵玄机是谁？玄机国皇子，真灵境3重，嚣张得很。就在两人交谈间，一位外门弟子走到了广场正中宣读规则。讲到一半，赵玄机突然打断：“婆婆妈妈的废话什么？就告诉我们怎么过就行了。”谁这么大呼小叫？忽然，他注意到了说话的人是赵玄机，瞬间转怒为笑：“是玄机皇子啊！前面的阶梯便是考核，只要你们能通过那一道阶梯，便可晋级最后一关考核。”顺着对方所指，秦风看到了一处平平无奇的台阶。秦风兄，这台阶你得小心些，我总感觉有些不对。那是自然，我建议以静制动，先观察一下。但不是所有人都和秦风一样耐得住性子，第一的名号值得他们冒险。哈哈，就差一点点了，我是第一了。秦风和杨邪观察着，发现了考核的问题所在。杨邪，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台阶每隔一段距离所用的攻击手段不一样？英雄所见略同啊。与秦风两人不同，赵玄机没有一丝顾虑，直接冲向剑阵。区区剑阵，凭实力抵挡即可。你们这群弱者犹犹豫豫的像什么话？就是秦风，你该不会怕了吧？下一秒，一道身影快速从两人身边超越，朝着前方奔去。秦风、梁邪，你们怎么能这么快？赵皇子，那秦风修炼了炼体功法，所以才能这么快。他实力是只有区区炼体9重的。哼，我还以为是什么天才呢，没想到是个废物。等在出口的外宗长老看到秦风上来，他脸上露出一丝诧异，显然他也没想到秦风会这么快就通关。一段时间后，其余弟子也是陆陆续续的到来，而那些没上来的人则是被全部淘汰了下去。后面山上的每座洞府便是你们的修行之处，宗门不分配，全凭实力。那我要是不满意自己的洞府，是不是可以？就和你想的一样，不过你们还得经历一次天赋测试之后才能选洞府。长老领着众人来到了测试广场。不要反抗，很快就结束。没扛住的，自觉离开宗门。下一秒，无数的威压和流金法则压在广场上，众人皆脸色大变，唯独秦风正泰然自若的修行。这次应该测试的是天赋，我看看能不能吸收法则吧。哎呦呦，这威压真恐怖，不知道有没有人能扛住。哼，普通人就知道叫苦，本皇子可是抵挡的毫不费力呢。是，我们和皇子大人怎么能比？很快时间结束，众人身上都浮现了不少流金法则，唯独秦风因为吸收过多，只浮现了2道。测试结束，非内定弟子低于3道流光者可以离开了。啊，不是比谁吸收的多吗？秦风不知道的是，一般人抵御流金法则都难，更不会有人去吸收流金法则了。你先回内门选个住处吧。另一边不远处的山峰里，几位峰主也在观察着测试广场，为了各自招揽人才吵得火热。几位长老，那个女娃娃就归我了哟，你们不会和我抢吧？这个赵玄机我要了，还有这个杨邪。
仙叶，不要太贪得无厌了。你们风把好弟子全挑走了，那其他风呢？行，这个羊血给寂灭师兄吧，但那个倒数第一的秦风他也得收了。仙叶的话，长老们都没有再开口反驳，因为以秦风这种垃圾天赋，收入门下会被人耻笑。行，仙叶你真的很过分，哼！话可不能这么说，要不然你替寂灭师兄分担。你望着仙叶的背影，林月气不打一处来。寂灭师兄，如果不是你，恐怕我们都早已陨落。真没想到仙叶居然是这样的恩将仇报的小人。无妨。师兄，对不起，如果不是我们，你的修为也不会损失那么多。不用介意，保护师妹本就是师兄们的事。说完，寂灭起身离开，望着寂灭的背影，林月心里愧疚。我又怎么可能不介意呀？到了选洞府的时候，秦风和魔云峰峰主仙叶擦肩而过。那魔云峰的仙叶历来被咱们师尊压着一头，所以自从师尊修为受损后，他的行事就像触底反弹了一般，特别嚣张。怪不得刚刚路过的时候，他看我不顺眼，是因为我是咱们峰的弟子啊。对了，师弟，2个月后有个峰大比，你要注意修炼啊。谢谢师兄提醒。接着，秦风确定好住所后，这些日子便接起了一些小任务，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另一边，赵玄机这几日已经成了魔云峰最优秀的新弟子。赵大人，我给您汇报来了。切，不是说没事别烦我吗？一个秦风而已，他根本不是我的阻碍。可是，行了，下次见到我替你教训一番他便是。谢谢大人，那小的告退了。呸！什么东西，真丢皇子的脸，跟条哈巴狗一样。一段时间后，幽玄森林里正在上演一场舔狗戏码。秦风躲在草丛里吃瓜吃得起劲儿。如音师妹，没想到你实力如此了得。谢师兄夸奖，如音和师兄无法相比。李师兄，你的实力似乎又增加不少呢，不愧是凝聚了10道流光的天才，和如音师妹很般配呢。正当李师兄得意的时候，一道声音响起：“各位师弟师妹，原来无恙啊，真巧。”什么真巧？怕不是故意来寻我的云师妹的，真是下头。孙师兄好。孙无休见云如音如此冷淡，并不在乎。云如音对谁都是如此，他也习以为常了。忽然，秦风从对面走来。哟，这不是2道流光的废物吗？你也接了任务了？咦，好巧，你不是那个谁吗？我姓孙，名无休，是10道流光的天才，你的前辈。哦，我这个人记性不好，记不住弱者的名字。你碍于要维持自己在云如音面前翩翩君子的人设，孙无休不敢出手。咦，你就是那天还我水的那个人吧？哟，富婆，好巧，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的？臭流氓，你来这干什么？你也是接了宗门任务的？算是吧，我接了个剿灭强盗的任务，你呢？这么巧，我也是。孙无休看着云如音温暖如花的表情，心底的醋意涌现。本来以为你对所有人都冷漠，没想到你却对这个人这么主动。秦风是吧？千万别给我抓住这你的机会。夜晚，秦风、云如音一行人来到了强盗的老巢，没等众人商议，孙无休直接踹开了寨门。爷爷，我今儿心情不好，你们来人和我斗斗，不过是区区蝼蚁，也敢在本座面前聒噪。接着，孙无休和对方站在一起，秦风则是拉着云如音偷偷溜走。不去帮帮他吗？强盗们明显不是他的对手，我们要做的是分头拦截，别让他们跑了即可。如秦风所料，没过多久，重伤的盗匪们便被孙无休打得四下逃窜，刚巧走了秦风围堵的这条路。我们是天蛇宫的人，你今天放了我，来日必有报答。哦，天蛇宫不好意思，更不能留你们了。接着，秦风从对方身上收了不少黑虎令牌，就打算回去和众人平分。这时，孙无休刚好撞见了秦风，他居然独自一人拦截盗匪，那要是嘎在这里，岂不是很合理？小子，你给我嘎！孙无休见秦风独自一人拦截盗匪，妄图借此机会除掉他。孙师兄遮遮掩掩的，未免太不像话了吧？哦，既然被你识破了，那你就嘎吧。谁叫你要和我争云师妹呢？宗门严禁手足相残，这你难道不知道？谁说是手足相残了？这分明是我最亲爱的师弟被可恶的盗贼所嘎，我替师弟报仇，不小心波及罢了。孙无休一套说辞让秦风都有些不免称赞，就是他这个行为有个小小的漏洞，那就是不能被人看到。好，孙无休，你本事大了啊，有能耐把我一起嘎了。李青山，你怎么会在这里？这你就不用管了，我只想问，是你想对我的师弟动手？孙无休见到李青山，瞬间换了副面孔。哎，这都是误会啊！孙无休，你刚刚那个想法很好，万一你哪次外出遇到危险，我也一定救你。不敢，不劳您费心，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话刚说完，孙无休拔腿就跑，李青山则是拍了拍秦风的肩膀。与仙野封主交好的封主，他们的弟子多多少少都会对我们有些敌意，在外要尽量小心，知道了吗？明白，李师兄。行，过些时日便是各封大比，你自己多多注意就行。说完，李青山正欲离开，忽然一道倩影走来。秦风，我听到你这有动静我就来了，你没受伤吧？受伤倒没有，就是……秦风话没说完，就感觉到周围有一道怪异的视线。没事，别管我，你们继续。打，给我打！还以为你是王朝高贵的皇子吗？居然敢打扰赵师兄休息！我和赵师兄很熟啊，你们别欺人太甚了。胡说！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和赵师兄攀关系？秦风见状，绕路而行，但九皇子却爬着拦住了秦风的路。秦风，我们都是一个王朝的人，你怎么能见死不救？九皇子，你在绝望之地要灭杀我的时候，你找人想要灭我秦家的时候，你想过我们是一个王朝的人吗？秦风，以前的事情是我不对，现在我已经知道错了，你就帮我这一次，我一定会报答你的。不必了，你这报答太沉重。秦风没有继续搭理对方，径直离去。我为什么要惹这样一个天才，还要去攀其他皇子的关系？我真是个傻子。小插曲过后，秦风来到了元气室，刚要进门，就有一人拦住秦风。你是寂灭说的那个废物弟子吧？怎么，你也要浪费宗门资源？孙师兄，你难道这么闲，有空来针对其他封弟子？巧舌如簧，我何须针对你？只是你进元气室，别惹到不该惹的人。秦风摆了摆手，直接走入元气室，丝毫不担心遇到危险。等着吧，秦风，等各封大比的时候，就是你的死期。进入元气室内部后，秦风挑了一处比较隐秘的房间，安静祥和。秦风修炼没多久，不远处走来一人。哟，秦风，你不知道这里是我的专用修行地吗？你滚开，其他的事情我就不计较了。元气室人皆可用，在你嘴里怎么变成了你专用的呢？哎呦，还是个硬茬子，不知道你能不能吃我一拳？赵玄机一拳轰向秦风，接着一道呵斥声传来。哼，赵玄机，你胆子真大，敢在元气室动手。赵玄机，你在干什么？师姐，我不用听你解释，胆子真肥，居然敢在元气室内动手。林雪如身旁的执法长老将赵玄机扣住，接着林雪如看到了一旁的秦风。咦，你已经成为沧海宗弟子了？正是，我拜入了浮屠峰。就是仙野封主一直针对的那个浮屠峰。秦风听闻，觉察出了一丝不对，林雪如这话似乎另有隐情。你小心些，赵玄机小肚鸡肠，其他的你应该明白。赵玄机看着林雪如和秦风很是亲昵，心生不满。秦风，下次大比我一定会废了你。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秦风经常昼伏夜出，偷偷修炼。3个月后，秦风距踏入真灵境仅有1步之遥。各封弟子各大主峰比武即将召开，请速至钟灵峰。听到声音，秦风马上赶到了钟灵峰。等他到时，峰内已是人满为患。秦风，这里。师兄，我来晚了。不晚，你来的刚刚好。今天比武你尽量别上场，我感觉氛围有些奇怪。李青山这么一说，秦风发现广场里许多人正盯着浮屠峰弟子。玄机，浮屠峰那个杨邪，你找机会废了他。这么好的弟子留给浮屠峰，真是浪费了。师傅，那杨邪起码也是宗门的天骄，在大比内废了他会对您不利的。仙叶想了想，觉得赵玄机说的有道理。那你的意思是？师傅，列位嘛，可以选一个稍微弱一点的，例如那个秦风就很不错。你不提他我都差点忘了，这小子上次还敢用威胁的眼神看着我，你废了他给他长长记性也是很不错的。放心，师尊，我一定废了他，给您出这口恶气。另一边，钟灵峰正中的广场上，浮屠峰的一位女弟子率先站在了正中。此地便是你们的比武场所，等防护结界开启后，就可以开始比武。如果主动认输，或者无力再继续战斗，那便是失败。长老话音刚落，魔云峰一位强壮的弟子直接跳到场中。小妹妹，你这么柔弱的身子骨坏了蛮可惜的，不如随我转到魔云峰吧。嘿，远心！他眼间罗云出现在壮汉弟子的身后，他抬起脚，狠狠地踹到了对方的后背上。什么？群魔乱舞！魔云峰的弟子一棍，整张俏脸都变得惨白，无法说话。哟，还不认输？那再吃我一棍吧！住手！一旁主持的长老看不下去，直接挡在了罗云身前。李青山趁机上前把罗云抱了下来。这场比试，魔云丰盛。被抱下来的罗云俏脸苍白，面露痛苦之色，但还是赶忙向寂灭道歉。对不起，师尊，我给您丢脸了。罗云，你先下去医治一番。哟，纪念，你的弟子挺不经打，都说了认输就好了，何必这么倔强呢？仙叶一番话，浮屠峰弟子群情激愤。师尊，让我下去嘎了这个王八蛋。我要为罗云师妹讨回公道。
与众人的一时脑热不同，寂灭虽然非常生气，但头脑极其清醒。不可，这群魔乱舞可是灭敌杀招，此人是本着打废你们来的，千万别上当。寂灭此言一出，众人顿时哑火。但这时，一道坚毅的声音响起：“师尊，让我来。”秦风自告奋勇。魔云峰峰主仙叶看到秦风后，却满是不屑：“寂灭，你浮屠峰无人了吗？派一个只有2道流光的废物出手。”寂灭无视仙叶，悄悄问秦风：“秦风，我虽知你隐藏极深，但此事需慎重，对方可不会手下留情，你可要考虑清楚了。”那样最好，那岂不是意味着我也可以不留手了？既然如此，你放心去争，剩下的我来兜底。接着，秦风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身形一动，到了会场中央。小子，你不要命了？区区炼体境9重，也敢来比武？废什么话！刚刚你是哪只手打的罗云师姐？怎么了？生气了？小子，你也得看看你有没有本事报仇。对方话音刚落，手中的棍棒挥舞，带着无可匹敌的气势朝着秦风挥来。但下一秒，秦风却轻轻握住了棍子。不是真的假的？你最好除了这个棍法，还有其他保命的东西。秦风一把捏住棍子，直接将人甩了出去。下一秒，对方的身上金光乍现，浮屠峰弟子个个神色震惊。什么？这是麒麟神甲？这不是作弊吗？如果人人都可以带神器，那岂不是拼底蕴就好了吗？对于浮屠峰弟子的抗议，仙叶嗤之以鼻。大比的规则可没有禁止携带甲胄啊，你们有的话也可以带一带啊。仙叶，你未免太过无耻了。争吵间，场中传来一阵声响。对不起了，你这个弟子应该是废了。不对劲，你这个弟子怎么可以突破麒麟神甲的防御？仙叶这句话让浮屠峰众人将目光又放到了比试场中。我投！对方话音未落，秦风一棍子狠狠砸在了对方身上。现在不许投降哟！我错了，我想投。不，你不想。仙叶看到秦风的表现，眼中满是怒火。哼，没想到竟然被一个只会蛮力的废物给赢了。玄机，去把那个废物抬上来。过了一会，那名强壮的弟子被赵玄机当鸡仔似的拎了上来。对不起，师尊，给您丢脸了。你还有脸喊我师尊？穿着麒麟神甲都打不过一个炼体境9重的废物。从今天开始，你就不是我魔云峰的弟子了。我要把你逐出宗门，自生自灭。师尊，不要啊！哼，我们魔云峰不养废物。那名弟子被抬下去后，仙叶看向赵玄机。玄机，你应该不会让我失望吧？区区一个废物，师尊放心，我必替魔云峰争回面子。此时，秦风正在场中准备下台，忽然秦觉得背后一凉。你们魔云峰先是下死手，接着是偷袭，难道就没有一点新意吗？什么叫偷袭？你说话可真难听。魔云峰之人心狠手辣，今天我便替宗门教训一下你们。那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你虽然很强，但很抱歉，这一拳你挡不住。是吗？赵玄机话音未落，秦风身上的雷光夹杂着无数的剑意，覆盖全场。你居然有剑意，但我的拳也未尝不利。有什么话和我的闪电剑术说去吧。齐风师弟牛批，真给咱们浮屠峰争气！我宣布，从今往后，我是齐风师弟的迷弟。秦风师弟，我要给你生猴子！就在浮屠峰弟子庆祝之时，仙叶飞到比武广场的中心，无数的气势爆发开来。居然敢伤我弟子！诸位，此子使用魔道的力量，今天本座就替天行道，嘎了此魔道之人。秦风，你如实招来，你这魔道的功夫从哪里学的？仙叶说完，直接袭向秦风。这时，一旁的寂灭峰主却爆发了无比强势的气息。仙叶，你未免太不把我放眼里了吧？并非如此，我是在除魔卫道。你们想，什么人可以靠炼体9重的修为，打赢接近真灵境5重的宗门亲传？必然是魔道功法才有此越级能力。小子，如实招来，我可以只废你修为。面对这种强词夺理的说法，秦风简直气笑了。如果沧海宗不允许可以越级战斗的弟子，那请问为什么沧海宗还要进行入门测试，而不是按修为录取弟子呢？你这是强词夺理，这和你是不是魔道有什么关系？仙叶峰主，你可曾越级赢过对手？那是自然，本座天资聪慧，从炼体境时就能和真灵境过招。听到这里，秦风嘴角划过一抹微笑。那按照仙叶峰主的说法，诸位峰主皆是魔道之人。秦风此言一出，仙叶愣住了。我没说。能越级战斗便是魔道，刚刚仙叶峰主不是自己说的吗？难道是因为弟子被我打败，恼羞成怒才故意污蔑于我？那可真是有些输不起啊！
这时，各位封主全部反应了过来，接着浮屠峰封主寂灭的气势瞬间爆发，死死压制住了仙叶。仙叶，你输不起的话，别比。好，你们行，我们走。夜晚，庆功宴上，李青山乐得合不拢嘴。秦师弟，你可真替我们浮屠峰争气啊！哪里，这都是大家的功劳。李青山看到秦风谦虚的模样，心里愈发认可秦风。哎，你这话说的，今天硬刚峰主，要是换一般人，还真没这个胆子回怼对方呢。你们在聊什么呢？秦风，今天谢谢你。都是同一个师门，何必如此客气？对了，师尊给你放了假，明天你可以回你的家族看看。秦风听到这，有些惊讶地看向一旁的寂灭，而寂灭只是冷冷地点了点头。这高冷的人设不能丢是吧？次日，秦风便坐上战舰，踏上了回家的路。5日后，秦风刚到秦家，就听到了灵儿抱怨的声音：“少主怎么还不回来？不行，少主去沧海宗是为了提升自己，我不能写信打扰。”怎么了？灵儿想少主了？我是不是有幻听了？怎么感觉少主在喊我呢？灵儿姑娘，那个少主就在旁边。少主，你不是在沧海宗里吗？看您好像瘦了，是不是有人欺负您？少主像是那么容易被欺负的？谈话间，秦啸天也来了，他敲着拐棍怒骂秦风：“好你个孙子，也不问问你爷爷伤好了没有，就直接来找你的侍女了是吧？哎，没人关爱空巢老人了啊！”这能怪我吗？也不知道是谁疯狂给沧海宗写信，说自己时日无多，结果神识还能覆盖整个天罡城。我不这么写，你能回来吗？秦风吃了顿晚饭，独自一人往后山走。路上，秦风经过了熟悉的破庙，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这里常年有人打扫啊。回想起刚重生那时，秦风实力弱小，被仇人追着到处跑，现在还不免有些感慨。既然上天又给了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带领秦家成为世间大族，永世传承。